灵宝台的建立只是给新入门的弟子提供一个公平交易的地方。丹药和药材的生意，药门的已经占了90%，药门要的是垄断，这样生意才会蒸蒸日上。师弟应该去过司氏吧？司氏的存在，灵宝台同样不管。在下愿意加入药门。往后师弟便是药门的一员了，也是我的直系下属。师弟有事可以尽管来找我，持此玉佩，师弟可在药门绝大多数地方行走。不过我很欣赏师弟的炼丹术，师弟如果有需要，香酥楼可以预支1000灵石给师弟。多谢师姐，在下正好想购买一些药材，有劳师姐带路。师姐不是带我买药材吗？为何来此处？师弟要什么药材，我让人送来便是。正事聊完了，接下来和师弟聊聊私事。师弟炼丹应给累了，咱们躺着说吧。鬼青本想推开韩玉扰，但不知为何腹下忽然生出一股邪火，身体不听使唤，任由韩玉扰拉到了床上。龟参、川椒、蟾酥、麝香合之为媚药，再加上迷魂草和百蝶香，闻之致幻，情欲上升。原来是要考我药性的理解，师姐有心了。师弟明白，我的一番苦心就好。走吧，我带师弟去买药材。好，我就知道你能成。还好他这半年一直吃药材，对药的抵抗力远超常人，否则就着了韩玉扰道。大师兄曾告诫过他，色是少年第一关，此关不过，诸事难成。他们现阶段的修行本就是炼精化气，精元一落会影响修行。你小子居然没被他拿下！你知道还不提醒我？这位韩师姐什么路数？那没办法，她是管事，我无法拒绝啊。这位韩师姐就喜欢比她小的童男，不碰她也是好事，能省很多麻烦。那个女人水太深，药门中素有传闻，她与很多修士都有一腿。这次不得已坑了你一把，带你去个好地方补偿你一下，就是这里了。院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妪躺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一个时辰钱我替你付了，这里的炉鼎滋味可是一绝，你好好享受。身飞起来，飞了进去，院门立刻关上。推开房门后，只是一眼，他便怔在了原地。一个肤如凝脂的女人出现在眼中，鬼青转身欲走，可当余光落到女子脸庞上，再也挪不动脚步。女子五官精致，琴手峨眉，整个人透着一股温婉的气息，唯有一双眼眸空洞无神，让人略微失望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傀儡。鬼青心越跳越快，先前吸入体内的媚药再次作祟，腹下邪火急速升腾。若此时他还不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，那就真是白痴了。凡人有妓院，修士自然也有。鬼青目光忍不住在女子身子上扫来扫去。他站在床边，呆呆地看着女子，心中渐生酸楚。从女子娇娇面容中，他看到了娘亲的影。他想家了，想娘亲了。四目相对，没有擦出任何火花，只有孤寂。一个时辰后，鬼青明白时辰要到了，不舍得看了女子一眼，起身便走。我叫陈泽，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。院外，一个目露淫邪、兴奋的直搓手的修士早已等候多时，见鬼青出来后，立刻冲进院中。鬼青看着院门关闭，想着那个双眼无神的绝美，心中忍不住愤怒起来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愤怒，只觉得很心疼那个像娘亲的女子。直到回庭院房间后，他这才压下心中怒火。这是他在香酥楼买的充血丹的丹方，记载的很详细，连药材投入顺序以及详细的炼丹步骤都有。韩玉扰给他预支的1000灵石已经被他全部换成药材和丹方了。突破到炼气2重后，仅靠回春丹赚灵石已经无法支撑他的日常修炼，必须炼制出更贵的丹药才行。公子，有人找你。那人身穿白衣，看起来很儒雅。鬼青一听，立刻熄灭炉火，冲了出去，也顾不上丹炉内的充血丹快成型了。大师兄，您怎么来了？师尊要见你。鬼青心中顿时咯噔一下，师傅道铺子曾告诉过他，拿了那份银白碎片的人迟早会找他。他一直在准备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一想到即将面对欧阳毅，他就忍不住忐忑起来。师尊，鬼青师弟带到。进来。
弟子参见师尊。免礼。为师需要你助我炼化这至宝，坐下，将你的气息散开。弟子遵命。鬼青立刻盘膝坐下，灵气在体内快速流转，将气息完全散开。银白碎片突然发出一道炫的光芒，高台时欧阳毅掐整部的威压直接落在银白碎片上，仅仅是余威便让鬼青汗流浃背。果然没猜错，这至宝出世时你离得最近，需要你的气息才能将其完全炼化。莫怕，在为师的威压和这至宝的气息笼罩下，与你修炼大有裨益，能得多少好处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鬼青连忙嘱咐灵石修炼，只是时息的功夫，手中灵石便化为粉肉飘散，不禁心中一喜，拿着灵石身边，全力吸纳其中灵气。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经脉中，朝着炼气二重的第2个穴位冲去。在欧阳毅的威压和至宝气息之下，几乎没了瓶颈。直至冲破第13个穴位，欧阳毅的威压终于消失，那银白碎片也回到了欧阳毅的手中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弟子告退。等等，你刚刚吸纳灵气的速度不对劲，以你的资质，不该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才对。你当初成为灵母，资质应该是下等，可是你的木灵根却是7成，测资质这种事绝不会出错。抬头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。启禀师尊，弟子在吞服丹药时，偶然发现吞服丹药能增长木灵根，于是便尝试吞服药材，发现效果更好，因此一直坚持吞服药材，将木灵根从5成提升到了7成。道夫子曾教过他，如果有人发现端倪问题，除了道夫子的绝灵种不能提，其他都可以如实说。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我曾在一本古籍上看过，有一种独特的体质，刚出生时天资不好，可随着修炼，灵根会逐渐提升，直至圆满。没想到啊，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体质，居然让我遇到了。原来如此，若不是师尊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。他拿不准欧阳毅是否在诈他，只能顺着说下去。也许世上真的有这种独特的体质，但他肯定不是。为师问你，那至宝出世时，你可曾得到其他机缘？若是有，你如实说，为师不怪你；可你若是隐瞒，就别怪为师无情了。弟子不敢轻瞒师尊，弟子撞上那石柱之后就昏过去了，等醒来时，这至宝稀里糊涂就到我手中了，随后师尊便来了。莫怪为师不信你，只有亲自验证过，为师才能放心。你若问心无愧，便不要挣扎，待搜魂后，一切自有答案。脑海中的巨片传来，鬼青的面色瞬间苍白。一旦欧阳毅发现识海内的绝灵种，他就彻底完了。事到如今，他只能寄希望于道夫子真的靠谱，毕竟当初道夫子可是信誓旦旦的圣人，只要他不说出来，没人能发现这个秘密。体内居然藏着这样的东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瞒我吗？师尊，我没听明白您在说什么，我体内有什么东西？欧阳毅认真看着鬼青，见鬼青脸上并无心虚之色。为师逗你玩呢，为师当然相信你。对了，为师忽然想起来，收你为亲传弟子后，还没有给你入门礼物。为师给叶渊的是一件护身法器，你想要什么？长者自不可辞，师尊给我什么，我便要什么。此为百年血莲心，内含80亿颗莲子。炼气修士如果直接服下此物，体内经脉会瞬间被寒气摧毁。不过你既然体质特殊，本批服下应当5万，你便在这里进行第1次服用，为师为你护法。欧阳毅再次伸出手按在鬼青天灵盖上，磅礴的灵石完全蔓延至鬼青体，仔细感受着鬼青身体变化。莲子刚入体，便释放出恐怖的寒气，将鬼青的经脉全部冻结。鬼青略一思索，还是解除对绝灵种的压制，任由绝灵种将莲子变暗。他知道欧阳毅还在怀疑他，赏赐是假，试探才是真，可他已经没有选择了。不炼化这人，他的身体必然会被摧毁，他只能希望绝灵种不被发现。识海内，绝灵种快速旋转，莲子也化为精纯能量，
融入木灵根内，在莲子的作用下，鬼青的木灵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8成迈进，效果远超以往服用的任何一种药材。后天提升灵根，若非亲眼所见，为师简直不敢相信。为师其实很欣赏你的心性，如今既不为天子所累，就当振翅高飞，不可浪费你这得天独厚的体质。假以时日，你的成就必定会超过叶渊。你今日修为提升太快，回去要稳固根基，等你木灵根圆满后再来见为师。今日之事不可与别人说。是，弟子谨记，多谢师尊赏赐，弟子告退。既然出来了，便在今日授课吧，也省得你再跑一趟。好，听大师兄的。今日倒是巧，那你们2人便一起来吧。大师兄，让他先吧，我改日再来。少惺惺作态，你这副谦卑忍让的样子，只会让我恶心。你用这副姿态骗过了我，还想骗大师兄？修道本就是要争，今日正好赶上，你我便公平一战，谁赢谁先向大师兄请教。鬼青感受着叶渊的气息，眉头紧锁。叶渊又变强了，炼气3重，而且气息平稳，显然不是刚刚突破。哪怕他很讨厌叶渊，可也不得不佩服叶渊的修炼速度。我认输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先来。废物，连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，你这样的人修什么道？大师兄，您知道我与他不和，我请求退避，改日再来。我以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能和他的敌人谈笑风生的。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管，既然都来了，便一起吧。这点面子，我想你们总会给我的。叶师弟先来，便先为叶师弟授课，如何？那便依大师兄所言。鬼青若有所思，大师兄说的和敌人谈笑风生，他暂时做不到，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。叶渊先向大师兄请教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在旁边观摩叶渊的神通术法和战斗方式，只有足够了解，才可以打败敌人。易云手持一把凡气下品飞剑，修为也压制到和叶渊同一境界，从容不迫地接住叶渊每一剑，只守不攻。鬼青坐在青玉台中，默默看着他们在湖面上打架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叶渊御剑。别说叶渊修为比他高，就是修为和他一样，他也未必是叶渊的敌手。鬼青这几年和大师兄斗法，他都要求大师兄问剑修的，就是为以后对上叶渊做准备。可是如今看来，叶渊已经完全掌握了剑修的战斗方式，以太柔的真势之凌厉，竟隐隐压制住了大师兄。鬼青猛然起身，这才是剑修之间的战斗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根本看不出输赢。叶渊眼中满是错愕，他能感觉到易云并没有突破修为的限制，可易云刚刚那一剑却明显超出他的修为。他倒不是怀疑易云欺负他，而是想不明白这一剑是如何做到。请大师兄赐教。盛极而衰，剑之所以有鞘，是为藏锋。所谓千手一，满招色。当你的剑灵力到极点后，势必衰弱。我一直在守，一直在借你的攻势积蓄剑识，所以才能爆发出超越修为的一剑。你的剑锋芒毕露，要想再进一步，就要学会藏锋。不敢苟同，也许是锋芒还不够，下一次我的剑会更加凌厉。对与不对，就用战斗来检验吧。可以，剑修之间的道理向来很简单，谁赢谁说的就对。我很期待你的下一剑。到你了。他虽然狂傲，却也不是傻子。鬼青看他御剑，他自然也要看看鬼青是如何战斗。你今日想学什么？今日想向大师兄请教御剑。虽然他早就知道御剑的诀窍，但真正操控飞剑还是第一次。一是他忙于修炼，没时间练习；二是他的精灵根只有2成，就算再怎么练，也不可能像叶渊那样逐臂之势。不过大师兄说的也对，就算不当剑修，起码也要会用。今日叶渊在一旁观看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学一下。青铜长剑在空中慢悠悠朝着易云飞去，这样的速度，别说修士了，就是凡人也能轻松躲过。还没等飞到易云面前，青铜长剑是最断步掉进湖边。鬼青再次掐诀御剑，然而青铜长剑的速度还是慢得离谱，超出一定范围后又掉进湖。
废物！叶渊没了看下去的兴致，看也不看鬼青一眼，径直离去。鬼青在遇见之前，他就知道会引起叶渊的轻视和鄙夷，他就是要叶渊轻视他，让叶渊以为他一无所长。不过看着自己遇见差成这样，他心中还是不免失落。自己的天资自己清楚，剑修他大概是做不成了，只能成为沈峰口中用毒的卑鄙小人。卑鄙不卑鄙的，他倒不在乎，无论什么手段，只要能赢就行。只有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说话。还要继续吗？有劳大师兄，我再试试。青铜长剑不断掉进湖中，又被易云不断召回，不知不觉中2个时辰转瞬即逝。青铜长剑终于晃晃悠悠飞到易云面前，逼近易云的喉咙，随后又晃悠悠调转方向归鞘。虽然速度还是那么慢，但总算是成功了。别灰心，知道剑修如何遇见就够了。世人总有缺陷，不必挂怀。学得杂不如学得精，将时间用在你擅长的事上。我已经加入药门，我知道随着修为的加深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获取灵石上。药门能给我更多修炼资源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药门好好发展。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？完全正确。所有筑基的同门在炼气期时都曾掌握一方势力，或者身居高位，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源保证自己修炼。就拿药门来说，历任药门门主只要不出意外，都能靠着药门庞大的资源修炼到筑基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师兄，师弟告退。从青玉台出来后，鬼青一路疾驰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庭院。回房间后，鬼青从储物袋中取出所有灵石和药材，眼神凝重到极点。从协助师尊炼化那银白碎片时，石海内的绝灵种便又开始躁动起来，只是一直被他压制。从大殿出来后，他本想立刻回来，但大师兄既然开口了，他也不好拒绝。再加上叶渊的出现，又硬生生拖了2个时辰。要是回来的再晚一点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压制住躁动的绝灵种。解除压制后，绝灵种急速旋转，将鬼青的石海搅得天翻地覆，差点让鬼青心神失守。鬼青强忍脑中刺痛，静心感受绝灵种的变化。一旦绝灵种再次吞噬灵气，他便立刻拿起灵石。只不过这一次，绝灵种没有再吞噬他的灵气，旋转一阵后，速度渐渐放缓。与此同时，绝灵种上的第2个刻槽亮起血色纹路。鬼青刚松了一口气，绝灵石突然散发出来，将石海内的稀薄雾气吸了进去。该死！石海内的稀薄雾气是他的灵石所化，灵石只能随着修为提升而增长，根本无法修炼。一旦灵石被完全吞噬，他的心神便会崩塌，成为一个白痴。鬼青心中焦急万分，拼命想要压制绝灵，却无济于事。良久，绝灵种终于停止躁动，鬼青立刻挣扎着含气而坐，内观石海。刚才被绝灵种吞噬的灵石，居然又回来了。如今的绝灵种一直在石海内缓缓旋转，每转一圈，石海内的雾气便会浓郁一分，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灵石可以一直增强。鬼青心中一阵狂喜，虽然不知道灵石增强什么用，但总归是好事。也是此时，他忽然想明白一个问题：原本他第2个刻槽开启是提升另一种灵根，因为他开启第1个刻槽后只吃了丹药和药材，所以理所应当的认为第1个刻槽对应了木灵根的提升。可直到此时，他才意识到绝灵种没有那么简单，就连第1个刻槽的功效他都没有完全发觉。也许他该找个时间再去试试其他灵根能不能提升，以此验证自己的猜测。不过这些事还得往后放着，当务之急是稳固自己的根基。如师尊所说，他一天冲过14个穴位，短时间内不能再服用百年血灵心的，也不能急于修炼。时间啊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恨不得一天当2天用。叶渊已经炼气3重了，而他还在炼气2重苦苦挣扎。不能胡思乱想。突破到炼气2重后，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修炼所需要的灵石越来越多，仅凭回春丹赚取的灵石已经有点跟不上了，更贵的充血丹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鬼青开始投入第7副药材，剧烈燃烧的丹炉内，一枚丹药渐渐有了雏形。哈哈，一品充血丹成了！此丹充血之时服用，可护经脉，提高充血的成功率。鬼青每炼制出一枚充血丹，便仔细回顾步骤，完全想明白后才继续炼制。充血丹的成功率渐渐从1成提升至2成。充血丹的药材炼完后，鬼青再次拿出一枚御检查看起来。回灵丹内含精纯灵气，服之可快速恢复灵气，多用于修士斗、
价值与充血丹差不多。1个月后，地上药材完全消失，变成一瓶瓶丹药。去年刚来时，此地无雪，今年倒是下得格外的大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待雪化之时，便是新的一年，而我来魔极宗也1年多了。陈泽，你终于出关了，咱们来堆雪人吧。那排雪人一左一右分成了2堆，左边那堆最前面的雪人用胡萝卜当眼睛，脑袋圆滚滚的，一看就是胡子的手笔，周围还围着3个雪人，2大1小，应该是胡子的爹娘和弟弟。右边那堆一看便是江云烟姐妹俩堆的。鬼青俯身将雪聚在一堆，捏了一个与胡子差不多大的雪人，第2个刚堆了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。那个烂赌鬼，他自然是不会堆的。至于娘亲，她不知该堆一个什么样的雪人才能代表娘亲，娘亲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一想到此处，她的心渐生酸楚。鬼青试了几次，怎么也堆不好，渐渐烦躁起来，将面前雪人推倒，只留下了自己的雪人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。云烟他们呢？他们在换新衣服。为什么要换新衣服？今天除夕呀，除夕当然要穿新衣服。若不是胡子提醒，他都快忘了还有除夕这个节。公子，你终于出关了。这身新衣服是鬼青上次带他们去私事时做的，当时做了好几套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留了一套过年穿，而他却从没注意。如今他才意识到，之前忙着修炼，对3人疏于照顾，而3人外出也无非也就是到山下牧场而已，这样的日子肯定很无聊吧。想到此处，鬼青离开庭院，直奔私事。你说什么？炮仗？私事内，当初给鬼青做衣服的修士眼中充满古怪。修士不过年，他来魔极宗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买炮仗。就是炮仗。再劳烦师兄给我做几件皮球。好说好说，不就是炮仗吗？等着，我给你弄。片刻后，修士将制好的一堆炮仗连同皮球一起递给鬼青，里面加了火系术法，一放灵气就炸，动静包你满意。鬼青接过东西，转身便走，直奔灵宝台。他今日要去的地方有点多，必须要抓紧时间。从灵宝台出来后，鬼青又快速前往青玉台。稍等片刻，我再给你授课。此行不为授课，今日是除夕，我提前来给大师兄拜年，愿来年大师兄的修为更进一步。你不提，我都想不起来。鬼青师弟有心了，不打扰师兄了，改日再来向师兄请教。师弟告退。等等，我记得在我的家乡，除夕时长辈会给压岁钱，而且还不能推辞，推辞不吉利，必须高高兴兴放在枕头下枕着睡觉。既如此，那师弟便却之不恭了。大师兄为何要在湖面上结冰行走？我在走一段记忆里的路。易云的声音突然变得沧桑了起来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桥下。从青玉台出来后，鬼青本该直接返回，却鬼使神的来到了那个低矮的院子。鬼青心里再次燃起火来，不用问老妪，他也知道这是里面有人。还没到时辰，他站在雪中一动不动，静静算着时间，从未感觉如此煎熬，也从未感觉时间如此漫长。鬼青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收不住目光，立刻将头转过去，拉起被子给女子盖上，随后像上次那样站在床边呆呆地看着女子。鬼青看着看着，印象中娘亲模糊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。他看着眼前栩栩如生的雪人，放声大笑，这个模样才是他记忆中的娘亲。然而笑过之后，他的心却越来越酸，眼神也越来越伤感。今日是除夕，我提前给您拜年。女子微微转头看着鬼青，眼神依旧没有任何变化。我叫陈泽，我走了，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。鬼青走后，女子将头转回看着屋顶，眼神一如既往空洞。阁楼大厅内，胡子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菜肴。走，我们去放炮仗。先等我拍下来。
公子，你怎么换手机了？哈哈，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3000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一堆炮仗放好几天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外面的二手正规。上面的 iPad 9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这么好，要是我回到家，立马也去买一个。巨大的天云深这整座斜阳山也将鬼青镇住，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先前那位修士为何信誓旦旦说动静包他满意的话，什么意思？这动静他很满意，他是修士，其他修士都不过年，他就是要过。都说修道应当斩断红尘，可他就是贪恋着红尘，又如何？不少修士被这声巨响惊动，纷纷出门查看，在看到放炮仗的鬼青后，莞尔一笑，当作无事发生。来，我们一起放，告诉他们过年了。风雪之境在西安山被彻底打破。来，咱们喝酒。阁楼大厅内，鬼青将买来的酒取出，江云烟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看着与胡子有说有笑的鬼青，一时间竟看吃了。我敬公子。鬼青回敬一杯，从怀中拿出3个储物袋，放到3人面前。储物袋里有新做的啤酒，还有100零食和一些丹药，这样即便他忙于修炼，胡子他们也可以自己出去买东西。这个东西真神奇，居然可以装这么多东西，以后我们去外面烤肉就不用背着锅了，还可以装雨绵爱吃的点心，真好。胡子哥哥，你真好。我们那里新年礼物不可以推辞，否则不吉利。以前我忙着修炼，对你们的照顾多有疏忽，这些零食你们拿去用，用完了告诉我，以后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逛就跟我说，我找人带你们去。公子，您对我们实在太好，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。不必说这些，只有家人才在一起过除夕，在我眼里，胡子是家人，你们也是。没错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不必见外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那边除夕要说祝语的，还请公子为我们说祝语。好，祝你们来年诸事顺遂，笑容永驻，无忧无虑。那您呢？我啊，时不我待，新的一年当更加勤勉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干杯！次日清晨，鬼青缓缓睁眼，昨夜守岁，大概是他来魔极宗后最开心的时候。简单洗漱过后，鬼青离开庭院，直奔药门而去。今日是正月初1，新年第一天，无论是修行还是炼丹，都要开个好。正好上一批药材炼完了，可以去药门换灵石了。在下鬼青前来交丹药，拿来吧。150枚充血丹，130枚回灵丹，请验收。抱歉，师弟的名讳我刚刚没听清楚，还请师弟再说一遍。鬼青。原来是鬼青师弟啊，久仰大名，请稍后，我这就验丹。大厅里的其他修士听见动静，好奇地凑了过来，看到柜台上的大量瓷瓶后，议论纷纷。我没看错吧？一个新人能炼出这么多丹药？什么新人？人家早就不是炼气一众了，好吧？这批丹药品质皆是上等，折算成灵石的话，一共是2800块灵石。师弟稍等，我给你拿个储物袋装好。有劳师兄，留800灵石给我就行，将我预支的1000灵石还上。按规矩，我还完后立刻就可再次预支，剩下的2000灵石按单子上的配比全部换成药材。好嘞，稍等着。鬼青师弟来了，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？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刻散。外人很容易被韩玉扰的容貌骗过去，可他们只属于韩玉扰，对于韩玉扰的手段如何再清楚不过。一点小事不敢打扰师姐，师弟真是体贴呢。在下还有事就不叨扰了，告辞。我就这么让师弟讨厌？师姐误会了，在下是真的有事。我有正事与师弟商量，就聊一会儿好不好？师姐请说。那麻烦师弟一步，咱们上去说。只是去喝茶，师弟若是想多了，我可是不负责的哦。鬼青一阵头大，这女人实在太懂如何拿捏男人，态度时近时远，随时在撩拨他的心弦。他已经打算在药门好好发展，偏偏遇上这么一个顶头上司，头疼啊。10日后，药门内有一场炼丹师之间的比试，每个管事有3个推荐名额，我想推荐师弟去参加比试，不知师弟可有兴趣？
在下炼丹术太差，就不去给师姐丢脸了。而且在下忙于修炼，实在抽不开身。师弟先别忙着拒绝，这次比试的奖励很丰厚，哪怕是从第1轮中胜出，也可以得到1000灵石。如果最终夺魁，就可以得到10000灵石，还可以成为候补管事。只要修为达到炼气5重，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管事。你可能还不知道管事在药门的地位，像我这香酥楼，生意好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上万灵石进账。而我作为管事，香酥楼每个月的利润，我可以抽半成。别看只是半成，每个月什么都不干，我都有上万灵石，这样的奖励，师弟难道不心动吗？此次比试参与的炼丹师都是什么水平？这种比试限制在1品炼丹师，师弟大可放心，我相信以师弟的炼丹术，有很大的可能夺魁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准备丹方和药材了，多谢师姐。既是代表香酥楼参加，自然不能让你破费。这里面有1品丹药的所有丹方，每种丹药都有20副药材。师弟把这些丹药炼完，比试差不多就开始了。师姐今日好像不太一样。是吗？只要师弟喜欢，我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桥下。韦青忽觉口干舌燥，连忙起身告辞。与这女人打交道，着实需要点定力啊。没长眼睛，给我打！绝灵种的第2个课槽开启后，他的灵石每日都在增加。对于这些人的修为，倒也感知得出来。出手的几人修为都是炼气2重。都住手！周婷，敢在药门动手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他一来就把我的名额拿掉？鬼青一听这话，立刻明白事情原委。韩玉娆手中有3个推荐名额，应该早就定好了人选，他的到来却将周婷的名额挤掉了。谁去参与比试，由我决定。你再胡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鬼青，你敢不敢与我比试炼丹术？你若是输了，就给我滚出药门！没兴趣。是我管教无方，让师弟见笑了，改日再向师弟赔罪。无妨。师兄，你也来药门办事吗？怎么不进去？我是来堵你这个大忙人，如今想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。司徒风上次说要带你认识斜阳山的修士，你是不是把这事儿忘了？今天人已经聚齐，你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跟我走一趟了。你来斜阳山都多久了？到现在人都认不全，说出去让人笑话。是我疏忽了，待会儿便向司徒师兄赔罪。那是张培元，炼气4重的修为，和魏雄一样，是蒋和的得力助手，不用管他，他不是针对你，只是奉了魏虎的命令在这里盯着。咱们进去说。鬼青默默跟着身形进院，此时院内已经摆满桌子，桌上摆着价格不菲的美酒佳肴。大家静一静，我给大家介绍个人。人群立刻安静下来，纷纷看向鬼青。这位是鬼青师弟，大家想必都听过他的大名，不过还是得给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。鬼青师弟，师尊的亲传弟子，如今已经加入药门，这可是未来的炼丹大师，大家可得好好巴结。鬼青师弟，在下崔湖山，早就听闻师弟大名，一直无缘结交，今日咱们不醉不归，来，我敬你。鬼青师弟，我叫郑守峰，与师弟住得很近，师弟若是有空，一定来我洞府，我好好招待师弟。陪师兄弟们喝一杯，喝过酒，大家就算认识了。鬼青一听这话，只能硬着头皮拿着酒壶挨桌敬酒。他虽然不喜欢交际，但也明白这种场合是避免不了，不与人相交，人家就会觉得他会孤立他。一轮酒敬完后，鬼青已经喝得面红耳赤，一直喝到深夜，众人这才醉醺醺的离去。鬼青师弟，你慢点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师兄不必远送，送到这里就够了。张培元在远处看着，别露出马脚。今日来的修士有一些是讲和的人，所以我不能把话说明。讲和最多还有半年就要互换，我们要及早准备。听申行说你要参加药门的比试，等你比试完了，找个机会我们详谈。
师兄留步，在下告辞了。回到自己的庭院后，鬼青运转灵气，一身酒气尽散，眼神瞬间凌厉起来。半年要早做准备了。10日后，鬼青坐在房间内，手握玉简，眉头紧锁。韩玉柔给的丹方他基本都炼制出来了，唯独差了一株破障丹。10副药材他已经炼了9副，均以失败告终。他想不明白究竟哪一个步骤出了问题。明明丹方上记载了详细的药材投入顺序，甚至是需要注意的药性冲突，可他就是炼不出来。程泽，你不是让我提醒你今天要去药门吗？时间到了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赶紧出来吧。鬼青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已经完全入神，根本听不见吴子在说什么，脑子里只有破障丹。片刻后，鬼青将最后一副药材投入。他想明白了，是火焰的问题。丹方上记载的详细，可唯独没说明对火焰的需求。他的火灵根实在太差，对于火焰的操控不够，这才导致一直失败。他的火灵根并不算高，只是释放更多的灵气，通过丹炉转化为火焰，这才勉强能达到炼制破障丹需要的温度。炼丹出了点差错，让师姐久等了。无妨，应该来得及。师弟这10日炼丹，想必有所收获。韦青笑而不语，并未将破障丹炼制成功的事说出来。他不是爱炫耀的人，在炼丹比试拿到的名字才是最好的证明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药门广场除比试用的10台，其余地方已是人满为患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那个什么鬼青若是误了时辰，他就能补上了。还不服气呢？我听说他的炼丹术很好，起码比你好，不然玉娆姐怎么会选他？不参加就不参加吧，你又不缺这点奖励。他不过炼气2重，修炼都没有多少时日，炼丹术又能好到哪里去？不过是仗着是亲传弟子把我的名额抢掉，我就是不服。奇怪，玉娆姐怎么也没来？第1轮比试简单，应该是对我们有信心，这才没来看吧。崔木，你平时挺聪明的，怎么一遇到韩师姐的事就这么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韩师姐去接那个废物了。这待遇你我比不起啊！估计在韩师姐眼中，那个废物才是最有可能夺魁的人吧？他凭什么？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把我的名额抢走。肃静！我是药门管事袁震，比试即将开始，参试者入场。霎时间，众多参与比试的修士高高跃起，落在广场中心的石台上。我宣布，此次药门比试开始。等等，见过袁师兄，实在抱歉，路上耽搁了一会儿。这是鬼青师弟，是我此次推荐的人选之一。我们在最后一刻，应该不算迟吧？韩师妹，这样不合适吧？我知道袁师兄素来守规矩，但并无规定不能最后一刻到，对吧？此话一出，袁震顿时沉默不语。怎么回事啊？这种比试还能迟到？也不算迟到吧，人家踩着点来的。比试迟到是对药门的大不敬，给我滚出去，滚出药门！没错，滚出去！萧哥，袁震刚刚传音问我怎么办，这种事我哪里做得了主？你是副门主，你决定吧。李青，你怎么看？也不算什么大事吧，这不是还没有开始吗？毕竟是亲传弟子，网开一面吧。不可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就算是师尊的亲传弟子，也不能这么目中无人，迟到就要取消资格。我说兰倩啊，你能不能不提你那些破规矩，多大点事啊？你这样整天端着，是找不到道理的。我一心向道，不需要道理。是不需要啊，还是找不到啊？真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看你这脾气，有谁会受得了？那也总好过你整日没个正形，只会逞口舌之力。这2个冤家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八字不合，一见面就吵。聊什么呢？能吵成这样？见过王师兄。注意到这里动静的人忍不住心中一惊，这高台上坐的可都是药门高层，这受削青年究竟是谁？居然能心安理得的受这一礼？高台上以萧生和为首的几人在看到受削青年的瞬间，浑身直冒冷汗。他们对这位知根知底，尤其是想起这位当年做的那些事，至今都让他们心生恐惧。王穗，曾经的执法堂堂主，
10年前便已踏入筑基，那个时候萧生河也不过是炼气5重修为，虽然如今修炼到炼气9重，但在王岁面前并无区别。对了，你们门主呢？还在闭关。这样啊，我刚出关，听大师兄说师尊收了2个亲传弟子，有一个叫鬼青，刚好要参加今天的比试，我来看看下面哪个是鬼青。那个就是能修到这一步，皆是心智过人之辈。王岁不用明说，萧生河也能听出其中的意思。王岁是来看鬼青比试的，要是鬼青不能参加比试了，这还怎么看？下不为例，你且退场，不要影响比试。韩愈扰面露喜色，快速退到石台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周婷就十分尴尬了。此次比试丹炉药材皆由药门提供，一旦发现违规者，取消比试资格。贵卿师弟回你的位置，周师弟请退场。周婷牙齿咬得直渗血，手不着痕迹的从药材上面抚过，低头灰溜溜的走下石台。第一轮比试没有单方，你们需要挑选出合适的药材炼出丹药。此次参试弟子共计10名，第一轮只留20，我们会根据成功率及丹药品质评判。现在比试开始。眼前的诸多药材，实际上只有一种丹药的药材是齐全的。还好韩愈扰事先就让他准备，否则第一轮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品风品丹，不治速度大增，用于追杀和逃遁，在合适。鬼青眉头紧皱，他十分确定第一株药材的顺序没有错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一番动静，引得众人纷纷露出鄙夷的目光。这些药材从表面看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内部却已经被灵气完全破坏，药效全失。而对药材动手脚的人正是周婷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桥下。师弟又有何事？怎么回事？难道药材有问题？我就说嘛，当初鬼青师弟在灵宝台炼丹，有不少人都看见了，就算不能夺魁，也不至于差成这样吧？原来是药材有问题。袁振眉头紧锁，转头看着高台，眼中透出询问之意。高台上除了王岁以外，其他几位的脸色全部都难看起来。萧生河的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，以他的心思，略一思索也明白了，这是周婷搞的鬼。可问题是，他不能让袁振给鬼青换药材，否则就等于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药材有问题，这脸他丢不起。事到如今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说你们啊，人家参加比试的都还没说话，你们着什么急？萧生和几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到鬼青身上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局该怎么解。莫非这位鬼青师弟有办法？没过多久，丹炉便震颤起来，表面渐渐变成橘红色，看起来是承受不了长时间的高温。好，丹炉一炸，药材全部被毁，这下就可以合理更换药材了。此次比试是否一切损耗都由药门承担？没错，我刚才练了2副，你还需给我一个丹炉和8副药材。好敏捷的心思，这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。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，替药门留住了这个面子。我提议，就算他这一轮没有通过，日后也给他一个候补管事的位子。旁边几人纷纷赞同。此事言之尚早，你们操心的太早了。还请师兄赐教。你们都知道，他与那个叶渊每月有2个时辰的授课时间，他最擅长的是炼丹。按理说，向大师兄请教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应该请教自己最擅长的。可大师兄跟我说，每次他教这位鬼青师弟炼丹，最多不会超过1盏茶。你们猜猜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听说他资质不好，莫非他的炼丹天赋也不怎么样？莫非他是觉得自己炼丹术已经足够，要把时间放在修炼上？不对，是因为以他在炼丹术上的天赋一点就通，大师兄觉得在同样的修为、同样的年纪，未必就能比他做得更好。正是。几人眼中满是震惊。论起炼丹，欧阳毅门下弟子没有人敢说超过易云的，而这位鬼青师弟天赋能得到易云的认可，必定非同寻常。
你们看，就这么一会儿说话的功夫，鬼青已经成功炼制出一枚。如此娴熟的手法，的确如王穗所说，他们操心的太早了。他能不能夺魁的事先放在一边。有人手脚不干净，萧副门主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师兄这么叫就是折煞我了，一切听师兄吩咐。哎，这是你们要门的事，我插手算什么事？不过我得给你提个醒，我出关后去拜见过大师兄，大师兄让我一定跟这位鬼青师弟搞好关系。大师兄的心思我向来是猜不透的，不过大师兄说什么我便做什么。炼气修士之间的争斗我不方便出面，这个人情就卖给你了，做得利落点。萧生和立刻点头应下，看着台下的鬼青陷入沉思。片刻后，鬼青将丹炉内的丹药摄入手中，将4枚丹药交给元振。元振接过丹药，眼中震惊一闪而过。元振不禁心生悔悟，若是早知道鬼青炼丹天赋如此广，之前就不应该阻拦，而且还能顺便卖个人情。进入下一轮者：赵温宁、李一涵、顾传峰、鬼青。被念到名字的修士瞬间面露喜色。虽说一品风行丹不难炼制，可要在这么多炼丹师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保证成功率。3日后辰时进行下一轮比试，各位请按时到场。元振最后一眼落在鬼青身上，向来严肃的脸庞上露出一抹笑容，是释放善意，也是提醒。我看得出刚才是周婷动了手脚，师弟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见过，李师兄。你我之间何时如此生分了？达者为师，您修为比我高，这一声师兄自然是要叫的。你还真是了解我啊，一个字就能直戳我的心窝啊！可明明该叫委屈的是我才对啊！玉娆，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了，你也别怪我好吗？即便不能回到从前，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相看两厌。师兄贵为药门8护法之一，我不过一个小小药门管事，不敢与师兄平辈论交。敢问师兄来此何事？罢了，我说不过你，我是来找他的。敢问师兄到此有何事？你的新欢吗？不是，我爱慕他，在尝试追求他。不过药门人人皆知，我群下多风流客，我配不上他，能求一夜之欢，已然足矣。师弟此次帮了药门一个大忙，萧副门主本要亲自致谢，但此次比试还没结束，日后再请师弟见面一叙。此次有人影响师弟比试，这是副门主给师弟的交代，师弟收好。对于周婷的死亡，鬼青早有预料，司徒风都有渠道帮他解决仇敌，何况那么大一个药门。李青将储物袋交给鬼青后，并未第一时间离开，只是以复杂的眼神看着韩玉娆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玉娆姐，我没事。鬼青师弟，她叫于淼，是年轻一代最好的女炼丹师。干嘛要加个女字？我刚才看你炼丹，水平还不错，不过想要夺魁嘛，你得先赢过我才行。对于崔木，韩玉娆也只是提了一下名字，并未过多介绍。幸会。周婷敢在比试的时候捣鬼，死有余辜，我不会像他那么蠢。鬼青，我要和你比一场，如果这次我能夺魁，从今往后你不许再打韩师姐的主意，干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难道我是货物，可以让你抢来抢去？师姐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。听你这意思，是要我对你负责？我的帐中宾客多了，我何须你在乎我？滚！崔木顿时怔在原地，在他印象中，韩玉娆还未对他说过如此重的话。师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这样对我好吗？我说滚，你没听到吗？再不滚，就去陪周婷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韩玉娆炼气7重的气息完全散开，压得崔木喘不过气。新欢，咱们走吧。鬼青看着面无血色、浑身颤抖的韩玉娆，顿时左右为难。任由韩玉娆这样躺在地上也不合适，可抱起来好像更不合适。师弟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改日再请你喝茶。告辞。等等，能把我抱到床上吗？我知道你怎么看我，但我这次绝没有勾引你的意思，我真的提不起力气了。师姐误会了，我没有这样的想法。鬼青一眼便认出这是一套复杂的禁止，作用是隔绝声音。鬼青暗自一叹，离开房间后，轻轻将门关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并不想探究，只是如此模样的韩玉娆还是第一次见。3日后，鬼青缓缓睁眼，散发出的气息再次增强，
炼气2重，冲学22，3天冲开7个穴位，这样的修炼速度传出去，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眼红。师尊随手的赏赐，就是让他受用很久的造化，这就是差距啊！药门内，鬼青走上石台，走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站下静静等待。上一轮比试的表现历历在目，众人对鬼青已不再像之前那般嗤之以鼻，纷纷投来期待的目光。第2轮比试，20进10值，丹药不限，成功率高者进入下一轮。各位将你们要炼制的丹药报上来，我们为你们提供药材。鬼青心中一动，若是比成功率的话，无疑是回春丹最为合适。崔木面色一僵，这才意识到韩玉扰之前说的话绝非戏言。我已经炼制出5枚回春丹了，你怎么每次都这么慢？就算练不到5成，4成也足够你挺进下一轮了。白痴啊你！人家同样练出5枚了，而且还有一副药材没练完，他要是练出6枚呢？6成可能吗？我不信他能做到。随着面前的炉火熄灭，众人全部聚精会神地看着鬼青，那紧张的模样，仿佛他们才是炼丹的人。6成虽然是最擅长的丹药，但能做到这一点，已经超越金银炼丹多年的炼丹师了。你们别忘了，他入门才1年多啊，且不提资质，就凭这样的炼丹天赋，绝对是同辈第一人了。鬼青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，回春丹是他最擅长的丹药，若是这都不能击压群雄，就别谈夺魁了。这一轮比试，成功率到6成的年纪在内只有2人，看来要提前恭喜鬼青师弟了。另一个是谁？不出意外，这应该就是他此次夺魁最强的对手。当最后一人炼丹结束后，严阵公布了结果。毫无意外，鬼青进入了下一轮比试。赵温玲炼气4重，此次比试备受瞩目的人，若是鬼青师弟不参与此次比试，夺魁的一定是他。师姐就这么对我有信心？我对师弟有绝对的信心，不只是炼丹，床围也是。上次的事多谢了，师弟这一来一去太麻烦，不如在我这里住下。告辞。易扰姐，你还真是直着呢，可惜人家无动于衷啊。你别说，这么优秀的炼丹天赋，连我都心动了呢。我就看不出他哪里好。他身上那股坚如磐石的劲，就是你一辈子学不来的。韩玉扰冷冷地看了崔木一眼，目光又落在远去的鬼青身上。3日后，石台上，鬼青静静站立，身上气息越发深邃。冲学29，等这次比试结束后，他要闭关，尽快突破到炼气3重。今日是第3轮比试，也是最后一轮。今日依旧不限丹药，一副药材，丹药品质最高者获胜。一副药材，药门这次玩这么大？是啊，就一副药材，必须100%成功才行啊！肃静，各位，请告诉我你们的选择。众人目光一分为二，落到鬼青与赵温玲身上。诸鬼不丧心，如堕轮回。破障丹，这俩人有魄力啊，居然敢挑战一品丹药中最难的破障丹。这要是失败了，让其他人夺魁，这不得回到姥姥家。鬼青将气息调整到最佳状态，这才燃起炉，将药材投入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炉火不断熄灭，其余人要么失败，要么已经炼制成功，只剩鬼青与赵温玲还没有完成。破障丹，你倒还真敢尝试，那就让这么多人一起见证你的失败吧。什么情况？失败了？还是极差一招啊！看来这次夺魁的是赵温玲了。这下好玩了，两个人都炼制出了破障丹，结果再次扑朔迷离起来了。我心中已有结论，怕你们有异议，给你们看下对方的。我没有异议。经我鉴定，2枚破障丹，鬼青炼制的品质更好。按规矩，每次比试炼制出的丹药都要展示，大家事后尽管去查看。药门的比试绝对公平，绝不偏私。那么现在，我宣布，此次药门比试夺魁者鬼青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夺魁？我不服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接受现实吧。
玉娆姐这么优秀的炼丹师，我也心动了呢。以后我们就是竞争对手了哦。未必是竞争对手，只要他同意，2个人也不是不可以。要不要姐姐教你几招房中术？哎呀，玉娆姐，你坏死了！于淼再大胆，听到这话也不禁羞得直跺脚。高台上，鬼青被元正带到这里，见过几位师兄。师弟不必多礼，你之前帮了我们大忙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师兄客气，在下既然加入药门，自然要维护药门的声誉。好，师弟果然是人中龙凤。以后师弟便是候补管事了，按规矩炼气5重便可上任，但以师弟的炼丹术，炼气4重便可以。等你上任的时候，我为你筑一座高楼，到时候你也会有自己的手下，奖励你的1万灵石，稍后便让人送到香酥楼。好了，你去吧，日后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多谢师兄。输了别认账哦。没出息，拿自己2成的生意跟人家赌一根簪子，还好鬼青师弟赢了，要不然你就输惨了。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不做白不做，就算输了也是一家人，谁赚不是赚。再说了，筑基以后天南海北，留个念想。我这8字都没一撇呢，你就想着筑基了，要不副门主让给你当？哪能呢？谁当副门主，那不是得由门主决定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。可我是认真的，门主要突破了。不然你以为王穗师兄来干什么？香酥楼内，崔木看着韩玉柔带着鬼青上楼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却又不敢发作。如今鬼青夺魁，已经是药门的候补管事，他已经不敢出言不逊了。一个隐秘角落内，韩玉扰部下禁止，将外界的目光隔绝，将紧闭的房门打开，却没有跟鬼青进去，而是守在门外。司徒师兄，好久不见。你的修为提升之快，让我始料不及。此次又在药门比试中夺魁，恭喜了。师兄也看了这次比试，已经联系好了。上次聚会外面有人看着，里面还有内鬼，动手的事一直不方便明说。趁着这次药门比试，我在看台不断走动，和所有支持我的人都联系好了。讲和就是在精明，也防范不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道歉，我不该问。无妨，你我虽然相处的时间不是最长的，但你是我在斜阳山最信任的人。动手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2个月。虽说讲和还有半年突破，但越往后他的防备心就越高。至于具体时间，到时候斜阳山会有大动静，你一听就知道了。这是我此次夺魁获得的1万灵石，我没有与人争斗的经验，不知该准备些什么，师兄拿去用。师弟有心了，不论我动不动手，讲和一旦突破，绝对不会放过我。生死关头，我就不与你推辞了。这份情谊我司徒峰终生铭记，日后我当上山主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这些灵石已经够了，往后你我就不要再见面了，以防讲和起疑。谈完了，要不上去谈谈我们的事？此次多谢师姐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真是个狠心的人呢，用完就扔。你年纪还小，可别学那些臭男人。逗你的，你这次夺魁，香酥楼也名声大噪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不许拒绝哦。鬼青接过储物袋，用灵石一扫，犹豫片刻后，还是将储物袋收起来。他本想拒绝，但韩玉扰给的实在太多了，储物袋里足足有5000灵石，他很难拒绝。诸不上清，无拓功，人生辞别韩玉扰后，鬼青回到自家庭院，取出百年雪莲心，开始闭关。药门的事已经完结，接下来该准备斜阳山的事了。司徒峰与讲和的争斗即将开始，他炼气2重的修为远远不够卡。炼气3重，在雪莲心的帮助下，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就突破到了炼气3重。鬼青略一思索，取出药来，开始炼制丹药，借此让灵气凝实。3日后，鬼青再次服下一个莲子，庞大的灵气冲入经脉中，他趁势服下一枚春雪丹，狠狠冲开炼气3重第2个穴位。突破到炼气3重后，莲子的药力明显减弱了许多，准确的说，是他充血所需要的灵气变多了。鬼青正要结束修炼，看到雪莲的莲身之后，心中一动。这百年雪莲心可是难得的天材地宝啊！若是将这雪莲心吃下，木灵根想必会有大幅提升。
半个月后，鬼青猛然起身，身上气息越发凌厉，炼气3重，充血12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木灵根已经超过了8成，正在朝着9成迈进。灵宝台西边，鬼青将灵石放在柜子上，要了一颗紫焰蛇的蛋。果然是微不熟的畜生，养了那么久，哪颗蛋都不行。师弟，蛇肉要不要？不了。储物袋不装活物，只能抱着蛇蛋离开。蛇生性阴寒，可紫焰蛇却完全反过来，乃是火焰之灵。这枚蛇蛋是他买回来准备吃的，用以测试绝灵种的第一个课槽是否能提升其他灵根。鬼青将小蛇拿到眼前，仔细打量着小蛇。小蛇眼神满是依恋，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鬼青，错把鬼青当成了亲人。往后你便叫雪清吧。鬼青看着雪清不断咬碎蛋壳吃下，若有所思。当体内火灵根开始修复后，鬼青眼中顿时金光四射。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变化，但他的火灵根的确在增长，这也就验证了他之前的猜测。绝灵根的第一个课槽不是只能单单提升木灵根，而是能提升所有灵根，这才是真正脱胎换骨。对于绝灵种的玄妙，他的感受越发深刻。鬼青浅尝辄止，并未再吃蛋壳，贪多嚼不烂。等木灵根圆满之后，他才会考虑其他灵根。雪清将所有蛋壳吃下后，细小的蛇身开始生长，长到手臂长短才结束生长，闭眼沉睡，看起来是要消化先前吃的东西。鬼青看着宛若一个紫色手镯的雪清，无奈一笑。他买蛇蛋本来是打算吃掉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他只能把这个小家伙养大了。不过他对妖兽一窍不通，具体如何饲养，看来还得再去一趟灵宝台了。灵宝台上，鬼青认清楚饲养紫焰蛇的性能，买了一些具备火焰之力的食物后，正要离开。鬼青师弟，好久不见。见过周游师兄，师兄有何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请师弟去执法堂坐坐，咱们叙叙旧。如果师兄想叙旧，去我那里吧。我前不久跟大师兄学了一些茶道，正好请师兄品鉴。斜阳山离这里太远了，还是去执法堂吧，几步路的事。师兄若是说不清楚是什么事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哎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曾平，还记得这个名字吗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韦青只得跟着周游离去。司徒风曾与他说过，那条特殊渠道绝不会泄露他的身份，司徒风是不可能出卖他的。执法堂是如何知道是他买了曾平的命？一座占地极大的府衙便出现在周游面前，匾额上执法堂3字如刀剑刻划，带着一股肃杀之意，哪怕只是远远观看也会觉得压抑。周游把鬼青带到一个堂口前便离开，堂内放着2把椅子，这个阵势看起来像是要审讯。鬼青大方坐下，静静地看着堂上的那把空椅子，面色不改。事已至此，慌张也无用，且看执法堂要如何处置他。师弟倒是有几分养气功夫。我叫谢定安，执法堂的执事，炼气7重。师兄跟我说这些，是想劝我不要挣扎吗？正是。我还是不明白，师兄叫我来此何事？来之前，周游想必已经和你说过，事到如今，师弟还要狡辩吗？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还请师兄拿出证据来。证据吗？会给你看的。不过你毕竟是师尊的亲传弟子的，我也不想把事做绝。你主动说出来，我不会定你死罪，顶多是受一点皮肉之苦。如果我把证据放在你面前，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好啊，既然师兄觉得我有罪，那就拿证据给我看。时间一点点消磨，谢定安试图以眼神的压迫击穿鬼青的心理防线，可鬼青从始至终没有开口，也没有任何动作。良久，谢定安停止敲打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没有证据？师兄若是有证据，恐怕就不会和我废话了。不过即便有证据，想来师兄也不会处罚我的。不错，曾诸为过放心，无堕轮回。不错，曾平是我杀的，出了500灵石。师兄想要证据，我给你。这么说，你是认罪了？如果师兄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可以考虑认罪。什么问题？执法堂白天执法，夜里做什么？这件事谁告诉你的？司徒风。
其实不难猜，执法堂监督弟子，可却有一个势力能够买凶杀人。执法堂只管白天，死在夜里的人都算白死。我买曾平的命，灵石是通过特殊渠道送到那位山主手里，能知道我的身份，还能与所有山主合作，这样一个涵盖所有弟子的势力屈指可数。刚刚师兄又提到了司徒师兄，越发肯定了我的猜测。你很聪明，比我想的还要聪明。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这里是执法堂，我说你有罪，你就是有罪。我不过杀了一个曾平，死在执法堂手里的弟子数不胜数。若论有罪，恐怕执法堂的各位师兄都该自裁了。而且我不相信师兄会杀我。为何？规矩。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何还心存侥幸与我谈规矩？我们白天只杀，夜里杀人，毫无规矩可言。在我看来，执法堂是最守规矩的。师尊禁止厮杀，可修士之间本来就要争，这才让执法堂衍生出一种规则，一种师尊默认的规则。每个夜里都会有修士死去，死在夜里没人追究。执法堂若是坏了这个规矩，这种衍生出来的规则就会被打破。且不提师尊会不会饶了你们，那些在你们这里买凶杀人的修士，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们，你们会被群起而攻之，直至覆灭。以师兄炼气7重的修为对付我实在大材小用，师兄不如告诉我，究竟是谁想要我的命？不告诉我雇主也行，他出多少灵石，我出双倍。你倒是很富吗？我都差点忘了，你是炼丹师，还是这次药门比试的夺魁者？难怪说话这么有底气。谢定安淡淡的看着北清，让人听不出这话究竟是赞扬还是嘲讽。既然你那么聪明，不如猜猜是谁想对你出手。我若真聪明，就不会猜不出师兄绕这么大弯子让我来，究竟想干什么了？我不想知道是谁请师兄来的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执法堂夜里的事注重隐匿，可不能让师兄坏了规矩。很好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师弟既然如此懂事，我就给师弟一个痛快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庭院中，胡子怡见到回来的江云烟与江雨眠后，立刻上前询问。姐妹俩对视一眼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这都5天了，深泽以前从来不会出去这么久的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别着急，公子应该不会有事的。雨眠，你在这里陪着他，我再去找找。你是鬼清师弟院里的吧？找我什么事？我家公子5天没有回来了，我们找了很久，都一无所获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知道您人脉广，还请您一定帮忙找到我家公子。你也知道鬼清师弟经常闭关，5天说长不长，没必要急成这样吧？不是我小题大做，公子基本不在外面炼丹，包括修炼也是。除了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出去过3天，其他时候从不在外面过夜。你说的那次我知道。你说的是我知道了，不必着急，你回去好好待着，我会派人去找，找到了通知你。目送江云烟离去后，司徒风转头看着远处，之前的魁梧身影已经消失不见，可他眼中却渐渐燃起杀意。那个人是魏雄，从今往后斜阳山不会太平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香酥楼内，韩玉扰惊呼一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已经失踪10天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与他有往来的人，我们问了个遍，都说没见过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派人去找。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灵宝台，有人看见他被周游带走了。我去执法堂问过，周游声称他已经从执法堂离开，可是我不信，他必定还在执法堂。周游，执法堂，我权限不够，我会将此事上报，请护法出面去执法堂询问。那就拜托了。韩玉柔派人将消息传给药门高层后，回到顶楼房间。他大概能猜到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。就算有药门高层出面调解，估计也见不到鬼清了。不愧是执法堂，动手干净利落。好，山主，这事儿是你干的？想什么呢？我怎么敢杀师尊的亲传弟子？不过我不敢杀，有人敢杀，有人出钱买他的命，很舍得出钱。作为山主，我只是收了灵石而已，就算有人查下来，也怪不到我身上。对了，司徒风最近有什么动静？他现在已经蔫了，很久没出门了。他的那些朋友为了自保，也和他断绝了关系。
司徒风如此拉拢那个小崽子，无非是看中了亲传弟子的身份，想要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，借此拉拢更多人。那个小崽子在药门比试夺魁，肯定很得意吧？可惜啊，这人一得意就容易栽跟头。司徒风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执法堂会在那个小崽子风头正盛的时候动手。那个小崽子一死，其他人就会看清楚局势，墙倒众人推，自是聪明，想和我斗，他还嫩了点。此后10日，斜阳山每天都有人莫名死去，这些人都是司徒风的心腹，其余修士为了避免引火上身，全都闭门不出。随着鬼青的失踪与越来越多的修士死去，司徒风的庭院变得冷清了起来。一向爱交友的他，也深居简出，不再露面，而身形也很久没来斜阳山了。诸为不放心，无堕不会功。不久后，10几名修士从洞府中出，跟在司徒风身后。这10几名修士是仅存的还忠于他的人，是他最后的力量。司徒风，你来送死吧！我来取你的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封山，这是山主才能掌握的禁制，一旦开启，虽然没有太强的防护，但能将整座山的动静彻底隔绝。在明日禁制关闭前，无论斜阳山死了多少修士，都不会有人追究。杀！只有这么点人，也敢殊死一搏。看来你是黔驴技穷了。他最忌惮的便是司徒风驯养的妖兽，若司徒风真带着妖兽一起围攻他，鹿死谁手还不好说。可现在司徒风人手不够，没有妖兽助力，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。你修为不如我，你那些妖兽也无法帮你。既然你没有手段了，那就到我了。结束了。今日便以你的头颅，让斜阳山那些心怀不轨的修士知道，在这斜阳山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宰。别急，我们的争斗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3道被黑雾包裹的路穿过尽头，左右2人抓着中间那位的手臂，瞬息间便到了山顶。中间那人的修为虽然只是炼气3重，旁边2位的修为却与蒋和一样，都是炼气5重。3位虽乃我斜阳山之事，还请不要插手，事后必定奉上丰厚报酬。蒋和，你实在太小看我了，也小看了另一位，那位被你认为已经死的人。是你。山主，你看起来很失望吗？蒋和看着毫发无损的鬼青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即便加上你们2个，也改变不了局面。我就是拿命去舔，也能耗死你们。识趣的就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是吗？那再加上我呢？别人也许会放弃司徒风，但他与司徒风乃幼师之友，绝不会放弃司徒风。4名炼气5重，这样的力量已经足以撼动甚至改变局势。有劳2位。这2具尸体上犹如金铁如纸，术法打在身上，仅凭肉身力量便可碾压炼气4重的修士。居然是你们2个！秦山、周游，只是他不敢说出来，一旦说破，就是不死不休了。执法堂做的事，只能藏在心里，绝对不能说出来，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。
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蠢，居然想杀他破局，执法堂都不敢杀他，你敢杀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行了，各玩各的。在他的印象，鬼青一直是忙于修炼，不太善于说话。可是如今的鬼青出手有一点，他是知道鬼青没死，并且还知道鬼青一直在执法堂，可他却想不明白，鬼青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能在短短1个多月有如此变化。风行丹，按鬼青这个架势，来之前就已经服下了风行丹，只是现在才把风行丹加持的速度展现出来。其实不只是风行丹，为了怕斗法时来不及吃，来之前鬼青便把所有增幅的丹药吃了一遍，尤其是能短暂增加修为的暴灵丹，他更是服下了2枚。2品冰灵丹，你还真是舍得。你的闷值这个价？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还是有点心疼。这枚2品冰灵丹却花了他200灵石，以他现在的财力，2品丹药还是贵了一点。可为了对付魏雪，不舍得也不行了。你以为就你有底牌？这吞火葫芦我祭炼已久，区冰灵丹奈何不了我。然而魏雄刚回来没多久，火海便彻底熄灭。这是铭刻术法的着陆，鬼青施展的乃是炼气6重修士铭刻下的玄冰甲，不仅有很强的防护能力，对于他的火焰还有很强的克制作用。玄冰素与玄冰甲一样，出自同一个修士，搭配玄冰甲使用，别说是炼气4重的修士，就是炼气5重的修士，只要是以火焰见长，在符纸烧完之前，都会被克得死死的。风。鬼青趁着魏雄体内灵气凝滞，凝聚青藤从冰墙内长出，刺穿魏雄四肢，将毒素源源不断注入魏雄体内。魏雄很快便脸色发青，没了反抗之力。鬼青站在原地，没有任何要靠近的意思。若是放在以前，他一定会以为自己已经赢了。可是经过执法堂的事后，他不会对任何对手产生轻视。该死！四周的冰墙，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势敌已落，就是为了让鬼青放松戒备，凑近查看。这样他才能让体内最后的灵气爆发出来，然后制住鬼青。可是没想到鬼青根本不上当，鬼青再次施展青藤珍惜魏雄，他的目的就是消耗魏雄体内的灵气。鬼青直接挤出一把回灵丹吃下，仿佛吃豆子一般，眼中饱含戏谑。彼此底牌尽出，拼的就是谁能撑到最后。随着毒素侵入时间越来越久，魏雄的气息急剧衰弱，然而他依旧还在坚持，只要符纸烧完，以他的修为可以瞬间制服鬼青。我的灵石好拿吗？鬼青淡淡的看了蒋和一眼，脚下藤蔓闪动，杀向其他修士。这种的战斗不是他能参与，他的目标是那些修为和他差不多的修士。这其中也有些人曾与他把酒言欢，也曾亲切的叫过他师弟。可如今这些人站在了对立面，便手软不得。蒋和已死，强者不杀。霎时间，整个斜阳山都安静了下来。斜阳山鬼青见过山主。见过山主。年里，山顶上，司徒峰负手而立，看着面前的诸多修士，眼神越发复杂。这些昔日好友，除了誓死跟随他的那10几位，其余全部背叛了他。按他原本的计划，是打算和这些人一起对付蒋和，可鬼青的突然失踪，让他不得不改变了计划。还好他没有将动手的日子跟这些人说，否则蒋和早就拿他开刀了。
山主，请宣布规矩。司徒风成为山主后，鬼青与那10几位修士无疑是与司徒风最亲近的人。如今司徒风成了山主，鬼青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。凭借他今日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以及人脉，说他是斜阳山第2人也毫不过分。如今我为山主，以前讲和的规矩废除，月供1月一交，不会提前收取。大家放心修炼，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往后大家还是朋友。众人默不作声。讲和的规矩废，以前收的零食自然不作数。若是司徒风接下这笔账，估计未来几年甚至是10几年都收不到月供了。可是这话没有人敢说，历任山主变更都是如此。多谢2位师兄援手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你我恩怨已清，往后只谈利益。还是师弟出手阔绰，下次再有这样的废差，别忘了找我。师兄我真的很穷啊。一定。天刚破晓，死在昨天的人，连名字都不会有人记住。怎么样，哥们儿还够意思吧？要不是你说人够了，我就带着南苑山的人来干假胡了。谢了。你我这么多年交情，说个屁的谢谢。你小子厉害啊，今晚让我刮目相看，改天让他带着你来南苑山，我请你们喝酒。走了哈。你加入执法堂了？原来不告诉你这些，是怕他们黑吃黑，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走这么近。算了，多的我也不问你，我相信你心中有数。厮杀一夜，想必你也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讲和死了，我还要去执法堂报备一趟。告别司徒风后，鬼青沿着山道缓缓前行，步伐拖沓又沉重。正如司徒风所说，从他进执法堂那一刻开始，他的心神便一直紧绷着，如今终于放松下来，累到连一句话都不想说。足与我相亲，无作为罪。庭院内，胡子盖着被子呼呼大睡，江云烟与江雨眠趴在桌上，桌上摆着还没收拾的剩饭剩菜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进阁楼睡过。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一声惊叫，直接把胡子与江雨眠吵醒。承泽，这些天你去哪里了？怎么都不回来？胡子，我给你换个建模，你实在是太矮了。公子，昨夜斜阳山动静很大，你没事吧？司徒风曾暗中派人给他们送过消息，可即便知道鬼青没死，但依旧免不了时时担忧。昨夜的厮杀动静很大，哪怕隔着光幕，他们都听得胆战心惊，在庭院内忐忑地坐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没事，换山主了，以后在斜阳山没人敢欺负你们了。公子稍等，我们去重新做，怎么能让公子吃剩菜？有剩菜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小时候跟那个赌鬼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连这样的剩菜都吃不上，有荤有素，挺好。那我去烧水，公子想必累了，沐浴之后舒舒服服的睡一觉。怎么不认识了？陈泽，我知道你最有主意了，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们这些天担心的不行，生怕你出什么事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天雨眠为你偷偷抹了多少眼泪？才不是我呢，哭的是姐姐。我还以为是你。我才不会哭呢，认识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连我和姐姐都分不清楚，生气了。别生气，我给你道歉。鬼青笑呵呵地看着二人玩闹，大口将碗中饭菜吃完，慢悠悠地回房间。怎么一个人偷偷掉眼泪？才没有哭呢。江云烟的话，竟与妹妹江雨眠如出一辙。公子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。山主意味，以后起码在这斜阳山，没人再敢欺负你们了。我知道公子要做大事，然君子当善保千金之躯，公子以后还是不要行险了。君子吗？在魔极宗，我认识的君子只有一位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也想安安心心修炼，然而修道本就是逆水行舟，一步都退不了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们照顾好自己，我便无后顾之忧了。江云烟不再多言，他并非不清楚这其中的无奈，只是心中忧虑依旧无法避免。鬼青头靠在浴桶边缘，看着屋顶，心绪飘忽不定。斜阳山的凶险都不算什么，执法堂才是龙潭虎穴，只差一点他就回不来了。那日谢定安并没有对他出手，只是将他带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
与许多待斩的死囚争夺活下去的资格，稍有不慎就会死在他人手中。在经历一番残酷的搏杀后，他侥幸从死人堆里走出来。后来谢定安又将他带到一处演武场，与执法堂的同阶修士斗法。谢定安告诉他，只要100场胜50场就可以离开。司徒风之所以能收到他没死的消息，就是那个时候谢定安帮忙传出来。他连输20场，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，这才反败为胜，将战绩定格在胜52场。为了赢，也为了活，他不得不拼命修炼。生死之间的刺激让他的进步一跃千里，只是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就已经冲开第29个学位，斗法经验更是比之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按执法堂的规矩，胜场超过50便可加入执法堂。他已经加入了药门，本来不想加入执法堂，但谢定安一副不加入不让走的架势，他只能选择加入。他接下了进入执法堂的第1个任务，带回了一名陌生修士的头颅，交上了自己的投名状。最后，他主动找到了秦山与周游，带着2人赶了回来。秦山愿意帮忙，是因为原来与鬼青有些不愉快，为了清除这些恩怨，选择无偿出手。至于周游，纯粹是因为鬼青给的零食多。庭院上方静止，突然波动起来，江云烟连忙走出去查看。是上次来找您的那个姑娘，说是让您明日去药门一趟。还有什么？江云烟眉头微蹙，好似不悦。她说她想你了。别理他，他向来如此轻佻。江云烟面色这才恢复平静，服侍鬼青沐浴更衣后，钻进鬼青的被窝中。你这是？我替公子暖床。次日，江云烟端着铜盆进屋，尽管鬼青一直在说不用麻烦，可他还是坚持服侍鬼青洗漱。你现在越来越像个侍女了。我本来就是公子的侍女，一辈子都是。我一直把你当妹妹，你不是非要做这些？既然是妹妹，就更要服侍好兄长才行。以前我娘告诉我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我比你大，该是我照顾你才是。我出去一趟。公子何时回来？晚饭前回来，让虎子做好吃的等着我。江云烟怔怔地看着鬼青离去，想起鬼青先前的亲昵举动，心中小鹿乱撞。诸我感情不堕轮回。你总算是露面了，这段时间人家没有一日不为你担心，想你想的都瘦了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改日我请师姐吃饭，多吃几碗，我想见萧副门主。改日又是改日，上次说请你喝茶，到现在都还欠着呢。你嘴里的改日永远是改日，不知道什么叫择日不如撞日吗？启禀副门主，鬼青求见。鬼青师弟近来一叙。去吧。师弟找我何事？鬼青一时之间分不清声音来源，直到倒茶的声音响起。见过副门主，我有事要禀报。坐下说。鬼青没有任何隐瞒，将在执法堂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喝茶。这事明摆着要抢人，你怎么想的？加入执法堂实乃情势所迫，在下愿意听凭副门主处置。你若是等我找你，咱们就是在药门的议事厅见了。你能主动来见我，我很高兴。虽是逼不得已，但加入执法堂已经算是背叛药门。在下思来想去，越发惶恐，因此携阳山的事完结后，就立刻前来请罪。背叛倒谈不上，以前也有人同时加入了很多势力，无论是哪个势力，都没有不可以加入其他势力的规定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各大势力明争暗斗，没有人能左右逢源，必须要有所取舍。药门与执法堂积怨已久，你若是在药门身居高位，就很难进入执法堂的核心圈子。你的炼丹资质是我生平仅见，就算你没有亲传弟子的身份，我也会好好培养你。你在执法堂待了这么久，应该知道叶渊早就加入了执法堂，并且成了管事。我听说你与叶渊有夙愿，有他在，你在执法堂闯不出什么名堂。多谢门主点拨，就算我加入了执法堂，也会以药门为主。既然已经讲清楚了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回去好好修炼，等你突破到炼气4重，我替你办一个热闹的上任仪式。离开药门后，鬼青直奔青玉台。在执法堂的1个多月，已经浪费了一次授课的机会，眼看将是月末，他必须抓紧时间去向大师兄请教。去见过萧深河了。
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大师兄。跟我说说你最近的事吧。我的事大师兄应该都清楚，为何还要我说？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完全不一样，听其言方能察其心，我想倾听。韦青心中十分不解，可还是将最近的事又说了一遍。你看起来很疑惑。我想不明白，我不是那种好斗的人，执法堂为何非要我加入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你不好斗，而进入执法堂必定少不了争斗，甚至是厮杀。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特殊之处，是执法堂的其他人不具备的？除了我是亲传弟子外，我与其他人并无差别。亲传弟子还不够吗？是因为叶渊他们才要我加入执法堂，可这又是为什么？我同时教你和叶渊不能偏心，只能说到这里。今日你便在此处好好想一想，什么时候想明白，这堂课才算结束。一场春雨悄然而至，易云看着湖面雨水交流着，涟漪不断，脸上露出会心笑容。韦清心终于安静下来，想出了答案。谢定安要他加入执法堂，是为了制衡叶渊。执法堂看重的正是他这个亲传弟子的名头。叶渊同境界修士无人能敌，风头极盛，再加上叶渊顶着亲传弟子的名头，没人敢拿他怎么样，自然难以管制。而他曾经挫败过叶渊，加入执法堂后，叶渊会与他争斗，既是争斗，就要寻求支持，谢定安就可以借此恩威并施。而站在叶渊的角度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。执法堂内定期会有切磋，叶渊若想对付他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一旦等他突破至炼气4重，叶渊必定会与他一战。即便到时候他被叶渊杀死，师尊自然不可能让叶渊给他抵命，最多也只会给叶渊一些处罚。更关键的是，哪怕他看明白这一点，也只能应战，除非他从此不再修炼，以修为相差过大推掉与叶渊的比试。可这样一来，等叶渊修为达到一定程度，就算众目睽睽杀了他，估计也不会有人计较。好毒辣的计划，完全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无论他如何抉择，都难逃一死。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叶渊向来狂傲，不可能想得出这样缜密的计划，能制定出这种的计划人，一定很了解他才对。大师兄，我有问题要问。可以，但只能问一个。只能问一个问题，那么质问大师兄便没有意义了。我的问题是，我与叶渊，大师兄更看重谁？这个问题，从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回答过你了。叶渊是绝佳资质，而你是绝佳心性，同样难得，同样重要。多谢大师兄，我没有问题了。我给叶渊一个计划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两不相偏。破局之法我想到了一个，但是不能告诉你。这段时间你不用来了，等你解了这一局，带着你的问题再来找我。从青玉台出来后，鬼青的面色渐渐凝重起来。他相信大师兄不是故意针对他，心中也并无怨恨，他只是想不出该如何破局，也想不出大师兄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。鬼青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又朝着低矮的炉鼎院走去，直到看到面前的老妪，这才回过神来。来魔极宗后，只有2个地方能让他感到安心，一个是自己的庭院，另一个便是这里了。好在这一次并没有等多久，鬼青看也不看从院中走出来的陌生修士，快步走进房间，熟练地转过头去，替那个眼神空洞的女子盖上被子。我叫陈泽，你记得我吗？女子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回应的，只是转过头，以没有任何情绪的眼眸看着鬼青。也是这时，鬼青这才发现女子白皙的脖颈上有几道若隐若现的印子，紫青淤痕，手指形状左右两边都有，一看便是被双手狠狠掐住造成的。这是上个修士留下的。男女之欢，不同人方式不一样，有些人有怪癖，倒也正常，可如此程度，他不能接受。抱歉，我需要看一下你的伤势。鬼青取出腹肌散给女子敷上，迅速盖上被子，没有多看一眼。我会找到刚才那个人，然后宰了他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实权到后，鬼青不舍得看了女子一眼，这才离去。女子将头缓缓转了过去，一如鬼青来的时那样，但那空洞的眼神中却好像多了一丝情感，哪怕只是一闪而过。胡子得知鬼青今日要与他们一起吃饭，做了很多新琢磨出来的菜，鬼青吃得很开心，起码看起来是这样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不会将不好的情绪带给胡子他们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拿出一堆储物袋仔细查看起来，这是封山那晚他所杀修士的储物袋，
谁杀的储物袋便归谁，这是所有人都默认的规矩。查看过后，鬼青眼中金光四射，这次的收获很丰厚，光灵石就有接近6000，还不算丹药法器等。难怪执法堂热衷于暗杀，果然没有什么比杀人越货来灵石更快。最后一个储物袋是魏雄的，鬼青将储物袋内的东西取出来后，眼神顿时异样起来。倒不是因为魏雄有多少灵石，而是因为那几十件女子的贴身衣物，上面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。看来魏雄平日里没少欺负斜阳山的女子，仗着讲和这个靠山，那些女子估计也不敢反抗。公子啊，公子，以后你要这个跟我说，别人的不好。公子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，我可以服侍公子的。鬼青一愣，下意识的接了过来，随后这才反应过来，神色罕见的尴尬起来，这才意识到之前心神恍惚，竟然忘了关门，急忙解释道：这不是我的，是魏雄的。前天夜里斜阳山大乱，我杀了他，拿到了他的储物袋，刚刚在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真的不是我的。这下轮到江云烟尴尬了，饶是以他的心智，此时也不知该如何化解这份尴尬。你别误会，这个还你。鬼青一阵头大，看着手里的肚兜，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，思索许久，还是决定将肚兜收进皮袋，找个机会再还给江云烟。将门关好后，鬼青暗暗责骂起自己来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鬼青正沉思之际，敲门声忽然响起，他甚至不用散开灵石，只听敲门的方式，也知道门外的是江云烟，再次头疼起来。什么事？我来给公子暖床。鬼青想了很久，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开头。要不我把那个还你吧。哎呀，公子不要再提了，要不然我真的没脸见公子了。鬼青不再言语，靠在床边默默出神。大师兄布下的局自然是不好解。他从叶渊手里逃脱的时候，同样谋划了许久，忍了许久，即使没有用的，以他如今的修为，要突破到炼气4重，还需要好几个月。大师兄既然说有破局之法，几个月的时间应该能想得出来。这是去年除夕大师兄给他的预警，可是直到现在，他依旧参不透这其中的玄妙，仿佛只是一个什么都没烙印的空白预警。公子在想什么？如果我死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并非他杞人忧天，如果他死在叶渊手中，魔极宗无论如何安置江云烟他们，待遇都不会太好，而且以叶渊的心，估计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不哭了，我逗你的。公子，你别吓我，公子若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真的是逗你的，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死，死的只会是别人。那公子以后不能再这样说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们这是？没事，我就是来问问姐姐今晚回不回来睡。不过现在看来不用问了，姐姐，今晚我不给你留门了哦。陈泽，云烟是个好姑娘，你要好好对人家。江云烟听着这两位满是调侃的话语，羞得蒙起被子，心跳越来越快。刚刚的事姐姐都跟我说了，公子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姐姐哦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鬼青眼中满是无奈，完了，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。次日清晨，江云烟缓缓睁眼，看着地上的被褥，脸上多了几分尴尬之色。明明是暖床，可她却迷迷糊糊的在鬼青床上，害得鬼青只能睡地铺。还好鬼青已经出去了，要是鬼青还在这里，他真不知该如何面对鬼青。不过公子的床好像有点舒服。想到此处，江云烟又闭上眼睛，睡起了回笼觉。诸不在情无多人。我要买一个人的命。谁？不认识，但修为在炼气4重左右。我让人去查，内部动手还是你自己去？我不清楚那人底细，没把握杀他，请人动手，不还价。要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。先去把你的第一场比试完成，夜里把人给你。鬼青以前在执法堂的战斗，只是为了能够加入执法堂。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试都决定了他能不能在执法堂更进一步。即便他不想在执法堂发展，1个月也必须完成1次比试，可以累积，但年末次数一定要够，否则就会被惩罚。
鬼青来到一个演武场内，取出一块玄铁铸造的令牌，递给坐在桌子后的修士。鬼青炼气3重，充血29。选完台下等候。正面刻着鬼寺2字，这便是他今天的入场顺序，以天干地支排列。另一个抽到鬼寺的修士就是他今天的对手，能抽在一起的对手，修为不会相差太多。演武台下密密麻麻站了许多人，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场上的斗法。鬼青没有观看，而是靠着墙壁闭目养神，静静等候。场上的斗法的确很精彩，若是仔细观摩，一定受益匪浅。可今日是他加入执法堂的第1场比试，必须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应对。下一场鬼寺，双方20息内入场，否则视为失败。双方2000，同名。鬼青开始。2人一愣，眼神随即凝重起来。没想到彼此用的居然都是木灵术，碰到同行了。2个人手段一样，修为也差不多，这下有意思了。那个穿白衣的是鬼青吧？他什么时候加入执法堂了？一看你就是刚出关，消息闭塞了。他前几天就加入了，这场应该是加入后的第1次比试。演武台上，2人同时操控青藤甩出，青藤又同时纠缠在一起，彼此都没能碰到对方。好厉害的毒，只是闻了一口，我的灵气就开始躁动起来了。这些主修木灵根的真讨厌，尤其是擅长毒功的，更是烦得要死，从来不硬拼，就一个劲的拖到你毒发为止。鬼青师弟，此乃我体内毒血凝聚，你若还能挡下，我直接认输。余胜对自己的毒很自信，这压箱底的毒血，哪怕炼气4重的修士遇上也会头疼。一言为定。没过多久，余胜虚弱无力的声音便从毒雾中传来：“我认输。”承让。若论斗术，能赢他的人应该有些；可论启用，他有绝对的自信。别的修士无论再怎么修炼，也只是通过术法凝聚出草木之毒，而他长时间服用药，草木之毒早已凝聚在体内。鬼青师兄好手段，有机会再向师兄讨教。若论起入门时间，该是鬼青叫他师兄。可魔极宗向来以强者为尊，鬼青赢了，他这一声师兄叫的心服口服。余胜输了，这是鬼青师弟的毒更猛的意思。那肯定啊，要不然怎么会认输？你看余胜都中毒了，鬼青师弟却什么事都没有。执法堂内对他这么关注的只有叶渊了。看来刚才和余胜比试的时候，叶渊就到了。叶渊不露面，估计也是怕过分关注引起鬼青的怀疑，从而影响计划。一想到这个计划，鬼青心中就忍不住冷笑了起来。如何破局他还没有想到，但他却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。鬼青回到谢定安所在的堂口内，堂内空空如也，谢定安也不知去向。等了片刻后，谢定安终于回来了，将鬼青带到了堂后的一个密室内。密室里面的正是鬼青要的人，曾经欺负过那个女子的修士，如今气海已经被废，彻底成为砧板上的鱼肉。你既然要活的，想必是不想让他这么快死去，你来还是我来？早就听闻师兄酷爱此道，便请师兄代劳，也让在下见识见识。那便多谢师弟了。我家祖辈都是刽子手，你别看这刑遭人白眼，还很难练呢。折磨人的刑罚有很多，可我最喜欢的还是凌迟。修士承受能力比凡人强，别说3600刀，就是36000刀也受得住。师弟好好数着，若是少1刀，这次的凌迟我出了。师弟若是听不下去的话，我就把他舌头割了，反正我是很喜欢这种声音。不用，很悦耳。诸我看清不做人也。炉鼎院外，鬼青放下50块灵石，陷入沉思。他曾经问过身形什么是炉鼎，身形告诉他，炉鼎是由双修之法演变出来的。双修之法是道侣之间修炼的法门，双方都能受益，而炉鼎则是单方面奉献。采补炉鼎后，能抽取炉鼎的修为和精元，这一点与灵奴倒是很像，但采补炉鼎的效果根本不是灵奴可以比拟的。鬼青走向斜阳山顶，原本讲和住的高楼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司徒峰精心布置的庭院。不错，你的修为又有精进，看来马上就要突破了。这次找我有什么事？
前几天拜托师兄查的事，不知道可有结果？查到了，4个月前他就已经是炼气4重冲学15，可是现在他才冲学30。虽说越往上修为提升越慢，可这与他实际的修炼速度远远不符。多谢师兄，我有事要处理，就不打扰师兄了。师兄留步。4个月的时间，鬼青已经冲到了炼气3重的第72个穴位，随时可以准备突破。鬼青拿着铁签，默默等候。这4个月，他一直没有完成比试，这一次便将这1年的场次都比完，就可以开始布局了。这一局从现在开始解。丁丑，开始。片刻后，对手支撑不住，选择了认输。鬼青再次领取铁签，待在台下等候，直至第9场轻松赢得胜利后，台下众人看得瞠目结舌。卡着瓶颈来比试的不是没有，但若是人人都等到了瓶颈才来，比试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样的比试是所有修士都不耻的，即便真有修士卡着瓶颈来，最多赢2、3场就收手了。像鬼青这么嚣张的，还是头一个。师弟，你今年的场次已经够了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鬼青之所以敢如此嚣张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到了瓶颈，这样叶渊才会继续拖延修行速度。而谢定安为了配合叶渊，自然也不会派人来阻止。再赢1场，我就收手。好。不久后，鬼青离开了演武场，算上之前的战绩，带着11连胜的战绩离去。师弟今日怎么有兴致来看我了？在下有一事，特来请师姐帮忙。看来是很重要的事呢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这里跟我谈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你说呢？我也不与师姐绕弯子，师姐是炼丹师，想必精通毒道。我想与师姐打个赌，你我各出1枚毒药互相服下，若我赢，师姐便答应我的要求；若我输了，听凭师姐处置。当真？当真。我拒绝。师弟敢如此和我赌，肯定所图甚大。你主动来找我，想必已经是走投无路。其实师弟无论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拒绝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对师弟一见倾心呢？可这件事由谁来主导，对我很重要，所以我不会和师弟赌。师弟在那里与我好好谈，谈完之后，师弟要我怎样都行。既如此，便跟师姐拜别了。那我送师弟吧。拜别是什么意思？在下已经决定退出药门，在执法堂好好发展。在药门的这些时日，承蒙师姐照顾，特来拜谢。你疯了！你马上就到炼气4重了，可以成为和我一样的药门管事。这个时候你说要退出去执法堂，你的炼丹天赋这么好，怎么可以如此浪费？你是在威胁我？我不答应你，你就退出？师姐误会了，在下精力有限，难以在药门和执法堂之间左右逢源，只能有所取舍。你走吧，就当我认识了一个白眼狼。你给我回来！师姐有何事？师弟还真会演戏呢，知道我爱慕你，以离开为要挟，将人家拿捏得死死的。师姐不也是如此？若不是见过师姐那日哭得伤心欲绝，我都差点以为师姐真的爱慕我了。师姐故意让别人误以为我是你的新欢，想必也有自己的谋划吧？小小年纪，心思这么深可不好，要单纯好骗，还招人喜欢。难道我还不够招师姐喜欢？来吧，让我尝尝你给我准备的毒丹味道如何？为什么？我愿意帮你，难道这不是好事？可你还没有提条件，你完全可以向我要更多。少年正是意气风发时，岂能让你低三下四求我？虽说爱慕是演出来的，但师弟这样的人物，我纵使冰清玉洁，偶尔也会心动。今日我帮你，来日你帮我，也别说什么赴汤蹈火的傻话。日后我需要你帮助时，只要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不拒绝，就算不负我了。好，多谢师姐。你先吃，这是我炼制了很久的毒药，哪怕是炼气6重的修士，也未必能扛住。你若是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。师姐，该你了。这枚丹药的确很甜，但无论何种丹药，都是草木精华，只要它不是吃下瞬间被毒死，绝灵种就可以将其转化。诸不犯亲，无堕人也。韩玉饶眼中满是不可思议，愣了许久后，
这好像不是毒药，而是冰阴丹，与我体内的采阳丹相冲。一旦服下去，我体内的阳气就会混乱，修为跌落不说，甚至会成为一个废人。师姐若是怕，可以选择不吃。为什么要怕？师弟未免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采阳丹的缺陷？为了防止有人以此针对我，哪怕没有元阳之气滋补身体，我也会日日吞服火莲精稳固根基。仅凭你这枚冰阴丹，是无法影响到我的。这怎么可能会是毒药？你给我吃的究竟是什么？我说是毒药，自然不会骗师姐。你可千万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口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你。他给韩玉扰吃的是冰阴丹没错，不过里面加了自己的血。你赢了，给我解毒。师姐，等你办好我交给你的事，我就给你解毒。别怪我不相信你，这件事太大，我谁都信不过。哎呀，好像被拿捏了呢，越来越喜欢师弟了，都快忍不住了呢。师弟自我一夜欢愉好不好？我保证不吸师弟的阳气。他终于明白鬼青为何要以这种手段制服他。诚如鬼青所说，这件事太大，一旦泄露，他与鬼青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自他上次斗法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，只是突破瓶颈而已，怎么会要这么长时间？师弟稍安勿躁，越往上越难修。你拥有绝佳资质，瓶颈对你来说自然不是问题。可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资质，他资质差，此事倒也正常。你若放心不下，我派人去打探一下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有劳师兄了。小事。老实说，我想不明白，你想杀他机会有很多，为何非要这么麻烦？为了等他修为追上来，浪费这么多时间，实在是很蠢是吗？若不是大师兄无意说漏了嘴，我都不知道他被师尊召见过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师尊召见他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只在刚入门时被师尊召见过一次，这也就意味着在师尊心里，我和他的分量是一样的。他凭什么？我也想不明白他有什么地方值得师尊看重，不过知道这些事后，我就明白了。若不想办法在此时解决掉他，随着他修为越来越高，一旦让师尊看到他有筑基的可能，师尊绝不会让我杀了他。他若横死，师尊必定会追查，这是唯一可以光明正大杀他的机会。就算师尊知道了，最多也就给我一些处罚，只要能够杀他，就是浪费些时日，也是值得的。谢定安暗自咒骂起来，若是叶渊早告诉他这些，说什么他也不会同意这个结果。可事已至此，他无法放弃，不然两边都不是人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叶渊这条贼船。鬼青师弟，周游来访，请出来一见。我家公子正在闭关突破瓶颈，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无法见客，大人请改日再来。无妨，既然到了关键时刻，想必很快就有结果了，我进去等他吧。大人请。了不起了，没想到还不到2年的时间，鬼青师弟就走到了这一步，这等修炼速度，在所有炼气修士中也是顶尖。江云烟默默地在一旁不敢接话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你们这对双胞胎还是我送给鬼青师弟的，那叫江云烟。话说你家大人这1个月都在闭关吗？公子这1个月一直在尝试突破瓶颈，可惜都失败了。此事倒也正常，修行嘛，总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周友师兄果然是贵客啊，一来我就突破了，看来下次突破的时候，请师兄前来助阵。师弟说笑了，都是师弟勤奋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？师兄此来有何事？听说师弟修到炼气4重后，就可以成为药门的管事，以后这丹药嘛，还请师弟照顾1、2。师弟你是知道的，师兄我是真的穷。好说，以前承蒙师兄多次照顾，一直没有回报的机会。待我上任后，师兄来我这里买丹药，一定给师兄最大的优惠。那就多谢师弟了，既如此，我就不多叨扰了，告辞。周游的到来完全在他预料之中，谢定安要打探他的修炼进展，派周游来无疑是最合适的。他这1个月其实根本没有在修炼，周游来后他才开始突破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叶渊以为他的资质就是那么差，后续他就能拖更长时间。而周游能来，就说明鱼儿咬钩了。3日后，药门内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因为今日是鬼青的上任仪式，药门高层基本全部都到场。既是因为亲传弟子的名，也是因为鬼青的炼丹资质。今日多谢各位前来观礼，日后还望各位多多支持生意，在下定当竭尽所能，为药门的繁荣出一份力。好说好说，鬼青师弟的场子，我们自然是要捧的。等第1批丹药炼好，一定来买。
恭喜恭喜！我在这里提前祝鬼青师弟生意红火。这楼是为师弟建的，便由师弟来命名吧。当归楼，这名字倒是有意思。好好盖。储物袋内是每个管事刚上任时都会有的物资，内含3万灵石和所有炼气期通用丹药的丹方，让人不得不感叹药门财大气粗。不清无度。做生意比斗法还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每个管事刚开始接手生意的时候最是辛苦。药材还好说，药门内部会提供，可炼丹师就难找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炼丹师总是不够的，基本上每个管事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没日没夜的炼丹，以确保丹药的供应。好的炼丹师基本都加入药门了，我就是想招，也得等新一批的炼丹师成长起来了。看你也不容易，送你几个人。你现在是管事，以后我就听你的了，每个月的零食可不能少哦。多谢各位元首，俸禄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在韩师姐那里领多少零食，在我这里也是一样。药门的炼丹师分2种，一种是像鬼青这样想练什么就练什么，只赚丹药的钱；还有一种就是像于淼这样的，每个月需要固定上缴一定数目和种类的丹药，会拿到一笔丰厚的零食。对于管事来说，后者自然是多多益善，这样才能维持生意的运转。事情办得如何？你还真是心急呢，这种事总得要点时间。时间我有的是，拖的时间越久越好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全力炼丹，等生意稳定下来后，你帮我打理一段时间，盈利都归你。我才不要零食，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师姐想要的是这台特斯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是刚开楼吗？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我要炼丹了，不送。真是个狠心的人呢，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犯在你这个冤家手里。叶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？1个月后，鬼青将这1个月所炼的丹药全都交给于淼，回斜阳山与胡子几人吃了一顿饭，回房间取出灵石，开始修炼。突破到炼气4重后，他能感觉到所需的灵石越来越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筑基。哪有你这样的甩手掌柜，一消失就是1个多月，不知道还以为2座楼都是我的呢。能者多劳，师姐辛苦了。就算要当甩手掌柜，你好歹也看看账本，不怕我偷偷把你的利润全部拿走。师姐说笑了，师姐的为人我是信得过的。师姐好厉害，付完那些人的零食后，居然还有3000灵石的盈余，要不以后这座楼归师姐算了，利润咱们5-5分。居然突破了！门主魏长空3年前便达到了炼气10重，一直在闭关寻求突破，今日终于成功。药门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我赶时间，闲话等接了封命之后再说。正在闭关的执法堂堂主段坤心中忽然悸动过，看到执法堂上方的魏长空后，顿时如临大敌，开启大阵，一定要拦住他。这是执法堂的底牌，此阵一旦开启，任何炼气修士都无法攻破。只可惜他们面对的是筑基修士，有许多带着剧毒的荆棘长出，碰到荆棘的修士瞬间倒下，化为一滩血水。魏长空，你非要将事情做绝吗？是谁将事做绝？当年上林突破后，杀了我药门3成修士，如今上林不在，你是执法堂堂主，这笔账便由你来还吧。那些事又不是我做的，你要真有本事，去找上林算账，欺负我们这些炼气修士算什么本事？等接了封命，我自会去找他算账。
都散开，快跑！谁叫叶渊？叶渊参见师兄。你不该加入执法堂。看在你是亲传弟子上，我不杀你，快滚！多谢师兄。执法堂外，赶来看热闹的药门修士看着眼前惨象，顿时瞠目结舌，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师尊不是禁止厮杀吗？怎么门主行事毫无顾忌？师尊的确是禁止厮杀，可这只限于炼气修士之间，就算是1万个炼气修士，在师尊眼中也没有一个筑基修士重要。没有修士突破到筑基后，大师兄便会前去大殿请师尊的封印，然后赶到这里，一接到封印就不可以再动手了。这一来一回，有一盏茶的功夫，这段时间内无论死多少人，师尊都不会管。药门与执法堂积怨已久，每有人突破，必定会去血洗对方，几乎已经成了默认的规则。鬼青的眼神越来越复杂，直到此时，他终于明白大师兄的目的。魏师弟，封印已到。魏长空接令。说一个水清，不做人品。不知不觉间，已至年大雪纷飞。他对于木灵术的运用再次精进，随之精进的还有他的修为。炼气4重，冲学47。通过司徒峰的探查，鬼青一直掌握着叶渊的修为进程。叶渊如今是炼气4重，冲学45，修炼慢的跟乌龟爬一样。为了等他，你是真能忍。啥情况？这是肯定又是鬼青师弟在放核弹了。这一晚，鬼青喝得醉醺醺的，既是因为除夕，也是因为今夜过后，他就要开始破局了。来年如何，不得而知，因此当下的这份欢乐弥足珍贵。次日清晨，鬼青迎着第一缕阳光动身，江云烟3人跟着鬼青，眼中充满担忧。虽然鬼青没有告诉他们，但他们能感觉到又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公子，早去早回，我们等你。叶渊，且看这次是你杀我，还是我杀你？执法堂经过魏长空的血洗之后，比往常冷清了许多。哪怕执法堂这几个月大肆招人，短时间内依旧无法恢复元气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当然知道接下来这一场比试的参与者是鬼青与叶渊，若是有可能，他是不愿主持这场比试的。这2位无论哪一位出了事，他都难逃罪责。可他若是不答应，他连今日都活不过。下一场甲子。居然是你！听说你加入执法堂后，到现在一直保持全胜的战绩。不过今日之后，这样的战绩不会再有了。冲学47，修行速度尚可，我冲学45，修为比你低一点。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若是害怕，可以认输。不宣布开始吗？开始。面对叶渊这样的剑修，他自然是不可能抢攻的，只能等叶渊先出手，露出破绽。即便在动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可没想到叶渊破他的术法居然这么简单。还好他提前准备了中品凡气龟甲盾。比试前我就服下了解毒丹，你的毒对我没用。若是有心人听到这句话，一定能猜到这其中的猫腻。陈林中防护力比先前那面龟甲盾还强，乃是一件强力的中品凡器，起码要3000灵石才能买到。我想认输。这胜负未分，为何认输？你有师尊给的护身法器，我无论如何也伤不了你。这场比试注定没有意义。如果你是担心这个，大可不必。我与人斗法，从不带护身法器。是吗？
金字冰解。这是他的天赋神通。相传灵根圆满者乃天眷之人，有天赋神通伴生。随着对灵根的感悟加深，有机会悟出这种天赋神通，而且这种天赋神通会随着修为加深越来越强，终生受用。叶渊现在所施展的，正是他不久前刚刚领悟出来的精行天赋神通。但叶渊的天赋神通实在太强，哪怕有铜钟护身，那股反震之力依旧让他五脏六腑受到严重的损伤。哼哼，居然又是一件中品凡器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有多少中品凡器。在金色小剑的攻击下，黑盾没过多久便再次破碎。好在片刻后，金色小剑便失去光芒，化为碎片掉落在地。当初他用几滴鲜血就能毒倒而胜，如今流了这么多血，一旦毒物入体，叶渊很快就会被毒倒。收。为了你，我准备了很多，这枚纳毒珠就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他自然知道说这话会引人注意，但只要鬼青一死，即便有人怀疑，难道还会为一个死人讨公道？是吗？可你不知道，我为你准备的更多。一股寒冷的气息在他体内散开，让他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。这股气息名叫死亡。危机时刻，叶渊从储物袋中取出师尊给的玉佩，紧紧握住。玉佩立刻散发出柔和的白光，护住他的心脉。可即便如此，剧毒依旧在侵蚀他的身体，死亡只是时间问题。台下众人错愕不已，任凭他们抓破脑袋，也想不明白叶渊是怎么输的。明明叶渊上一刻还手持那毒珠，胜券在握，怎么下一刻就被毒倒了？师弟，快停手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他要死。他认输了喽。那修士被鬼青的目光镇住，脑海中突然回想起谢定安先前交代的那句话：不再阻止鬼青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毒素融入血液，蔓延至叶渊的经脉中，一旦毒素侵入气海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。住手！残害同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鬼青能本路上报的名字，梦他免费。也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灵就答应。残害同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多亏师兄提点，否则在下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赢。不过这个分寸我还是没有掌握好，师兄还是先救人吧。他中毒太深，赶紧送到大师兄那里，快去！你是猪脑子，胜负已分，为什么不结束比试？那修士眼中充满委屈，那表情仿佛在说：“不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吗？”台下众人立刻品味出这其中的含义。残害同门，来人，给我绑了，封住他的气海，送到牢里等候发落。然而他等了许久，也没有等到任何回应。聋了。副堂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定安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副门主林寒手段之狠毒，哪怕是一向残忍、喜欢虐杀敌人的谢定安，在这位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。赶尸吗？二品凝血丹，多谢副门主。叫我师兄就好。虽然没能赶上刚刚那场精彩的对决，但你能击败叶渊，足以证明你的实力。之前执法堂元气大伤，到现在许多职位都无空缺，我准备任命你为执法堂的管事，你愿意吗？副门主，这样会不会不合适？而且任命管事需要上报堂主，现在堂主还没有选出来，此事是不是先往后放一放？我问你了吗？堂主已死，任命管事这点小事，我不能做主。当然能，属下失言。鬼青师弟，我刚刚的提议，你觉得如何呀？若说不想当这个管事，显得太过虚伪。师兄想必也不是喜欢虚与委蛇的人，既然师兄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那我便大大方方接受，在下必定不辜负师兄的期盼。好，回去好好疗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来找我拿令牌，我们再详谈。唐风，你送鬼青师弟回去。是。多谢师兄相送，在下伤势太重，恕不远送。
虫族，这次又是我赢了。此次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以他的炼丹术，迟早能将身体调养好。废物！他既然赢了叶渊，你就该顺水推舟，让他把叶渊杀了。你这么一闹，彻底将他推到凌寒那边去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人？此人正是执法堂的另一位副堂主王离。副堂主只是一个鬼卿，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您征堂主。你懂个屁！王岁师兄当年破境后血洗药门，药门起码有一半修士死在他手中。可这次他出关后，却直接去了药门。其一是和魏长空达成某种交易，不然上次魏长空出手，你以为我们这些人能活得下来吗？至于其二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王岁师兄告诉我，大师兄让他去亲自看着鬼卿，以免出什么意外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堂主之位吗？难道我出击之后就不用与别人争了吗？得罪了他，他但凡在大师兄面前一说，往后大师兄怎么看我？谢定安瞬间吓得面色煞白，若是与大师兄有关联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别以为你做的那些破事我不知道，我都能查出来。你以为大师兄查不出来？就算没有大师兄这层关系，他能赢了叶渊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他还是灵奴的时候，就差点弄死了叶渊，就凭他这份心思与计谋，也足以让师尊动容。叶渊在他手里输了2次，就是一头猪，也知道该如何取舍。而你居然选错了，简直连猪都不如。就是你手底下的秦山与周游都比你看得明白，蠢货！属下知罪，我要是知道这些事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得罪他啊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弥补之前的错误。他要是真站在凌寒那边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滚出去！哎呀，我操！我要回家啊！这局已经解开，该去见大师兄了。可见到大师兄后，该说些什么，他还没有想好。哭什么？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又赢了，我总是会赢，你应该替我高兴。我是恨我自己没用，公子在外面拼命，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你看看，哭成小花猫了，还不都是公子害的？差点就输了，若不是准备的足够充分，恐怕我已经死在叶渊的天赋神通下了。灵根圆满半生的天赋神通嘛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的木灵根也会圆满，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天赋神通。这一局接得好。我叫鬼卿，等回路上报个名字，孟婆汤免费。也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不服难讲。自从击败叶渊后，鬼卿的名声彻底传开，每日都有大量修士前来探望，甚至是一些从未打过交道的修士，都是想趁此机会与鬼卿结交。多谢诸位师兄挂怀，在下伤势已经完全恢复，诸位师兄百忙之中来此探望，在此谢过。闭关疗伤这些时日，当归楼冗事缠身，亟待处理，恕我不能好好招待各位师兄，还请各位师兄先行回府，来日必定登门拜访。众人这才不甘情愿地离去。鬼卿师弟，前几日多有得罪，今日我特地来向你赔罪，望你原谅。师兄言重了，之前的确是我下手太重，若叶渊真的死在我手中，师兄就是罚我也是应该的。还是师弟宽宏大量，王离副堂主知道此事后，狠狠责罚了我。不如这样，我摆酒设宴为师弟赔罪，王离副堂主也会出席，你看这样可好？师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今日我要去灵副门主那里接令，实在是分身乏术，改日再说吧。师弟这么说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烦请转告王离师兄，心意在下已经收到。至于之前演武场上的事，只是我与叶渊的个人恩怨，与其他人无关，更不会涉及到任何人。在下已经接受了凌寒师兄的邀请，若是爽约于情于理都不合适。另外，我今日去见完凌寒师兄后，还要去见大师兄。说起来，我有好久没去见大师兄了，1个月只有2个时辰的授课时间，今日实在是时间紧迫，无法赴宴了。你这么跟王离师兄说，他一定能理解我的。他明白王离不是怕他，而是怕大师兄。
山主，刚刚斜阳山的许多修士都在他门外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您虽然是山主，但自古一山不容二虎，不是我挑拨，再这么下去，他的声望迟早会超过您，而且用不了多久，他也会修到炼气五重，不得不防啊！别说了，不会的，我与他是共患难的交情，他断不会负我，我也不会负他。鬼青师弟，我待你如何？进入药门后，门主一直对我爱护有加，自然是极好。那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当初说以药门为主，可你居然答应了凌寒的邀请，成为执法堂的管事。你当初说是形势所迫，难道这一次也是形势所迫？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这些都还是其次，你居然指使韩玉扰在叶渊买的丹药里加上毒药，你知不知道这些事一旦泄露出去，药门的招牌就砸了。下毒，这便是鬼青的破局之法。叶渊被毒倒后，鬼青趁机刺破他的身体，将其体内的毒素置换，这样无论谁给叶渊疗伤，都只会以为叶渊是被当场毒倒，而不是早就中毒。而叶渊中了毒后，哪怕能够恢复，也要花很长时间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可以全力提升修为，将叶渊甩开，这便是大师兄给的机会了。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个解释，你要是解释不清楚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我自认为此事对药门有好处，门主应当奖赏我才是。什么好处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若说得好，我既往不咎；你若说不好，就别怪我不顾同门之情了。敢问师兄，叶渊此人如何？此人虽然狂傲，但资质绝佳，自然是人中龙凤。那敢问师兄，若叶渊日后成为执法堂的堂主，药门会死多少人？若是叶渊以后成为堂主，凭他的资质和天赋神通，一盏茶内踏平药门也不是不可能。到时候药门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，而鬼青废了叶渊，等于间接帮了药门。如此说来，鬼青成为执法堂的管事，倒也不是坏事。来人，上茶。师弟倒是好手段啊，下毒赢了叶渊，此事虽说不太光彩，但赢了就是赢了。你是师尊的亲传弟子，即便是做出这等事，也没人会罚你，可是他就不一定了。他怎么了？急什么？你刚才说得好，我请你喝茶，把茶喝了再走。对不住，只能帮到这里了。住手！此事是我逼着他做的，他中了我的毒，为了活命不得不帮我。你们放下他，要罚就罚我。师弟，此人放荡不堪，专爱勾引男人。你是师尊的亲传弟子，还是要洁身自好，往后离他远一点。我做什么？用你来教，把他放了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如果他承认是你指使，那我就放了他。是谁指使你给叶渊下毒的？无人指使，是我自己想杀了他。你看，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做的。对于影响药门声誉的人，绝不能姑息。师弟请回，莫要妨碍我们执法。我今日就要帶佢走，我睇下邊個夠膽攔我。縱然你是師尊的親傳弟子，也不過是煉氣4重而已。我很想知道，你憑什麼威脅我？我又很想知道，你凭什么威胁他？我叫鬼青，轮回路上报个名字，孟婆汤免费。我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付出代价。林副堂主，这是我药门禁地，你擅自闯入，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？今日是他去执法堂上任第一天，药门半路把他给劫了，谁过分？那是我们门主做的，你若是有意见，找他去说。我们在惩罚药门叛徒，与你无关，与他也无关，还请离开。这样啊，鬼青师弟，跟我走吧。我不走，今天带不走他，我哪里都不去。好吧，二位放人吧。即便你是执法堂的副堂主，也无权插手我药门的事。在我药门放肆，你还不够格？是吗？大师兄今日点名要见他，这一趟我请不动，下一趟让王穗师兄来和你们谈，怎么样？放蓝。
他的事过去了吗？于淼，快送师姐去疗伤。我来的不晚吧？恰到好处。萧生河的茶杯上里面有纸条，除了标明关押韩玉扰的地点，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：最多一刻，林寒必到。在鬼青被劫下之前，萧生河就已经命人去通知林寒前来给鬼青解围，因此鬼青才会有恃无恐的和蓝茜对峙。药门的戏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呀。这是你的管事令牌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与王离势同水火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执法堂内免不了厮杀。你就老实待在药门，待我成为堂主，再让人来接你。那就提前祝师兄得胜。呵呵，得胜，我喜欢这句话，那就借你吉言。大师兄在等着你，别去太晚。老大，您为何对鬼青如此厚爱？今日所幸是和平解决了，若是您在里面动起手来，咱们就要和药门开战了。不太理智是吗？哼，段坤死后，王岁师兄叫我和王离去喝茶，期间无意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若是万一执法堂和药门融合在一起，也不知是个什么光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王离当时的反应和你一样，也是没听明白，甚至还跟王岁师兄说，执法堂与药门乃是死敌，绝无融合可能。等我当了堂主，一定会想办法踏平药门。哼，人蠢成这样，还真是有意思呀。你是知道的，王岁师兄醉心修炼，不喜欢管这些俗物。这句话不是王岁师兄说的，而是大师兄说的。王岁师兄是以此话点我们两个。既然大师兄要执法堂与药门融合，融合就势在必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才能融合？我已经说到这里，你要是再想不明白，就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要融合，必须有一个引子。鬼青师弟身兼药门与执法堂的管事，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。等他同时掌握药门和执法堂，就可以让双方融为一体了。不错，既然要把执法堂交到他手里，这也就意味着他站在谁那边，谁就是执法堂的堂主。王离没长耳朵，所以注定是一个死人。恭喜堂主。原以为韩玉扰与李青之间只是一些恩怨而已，可现在看来，其中隐藏着一个大秘密。韩玉扰心系李青，李青又心系蓝茜，蓝茜讨厌韩玉扰，这三人之间的关系还真是错综复杂。萧生河贵为药门门主，也只能以暗示的方式提醒他，显然是忌惮蓝茜。还好吗？你说呢？虽说是演戏，但是真的很疼啊。师姐真的很能忍。今日的局面同样在他的预料之中，在决定给叶渊下毒时，他就清楚此事绝不可能瞒过药门高层，事后必定被惩处。不忍能怎么办呢？我只是一片随风飘摇的树叶，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无根之木罢了。师弟一路背着我回来，肯定有很多人看到了，肯定觉得很丢脸吧？不会，与师姐为伍是我的荣幸。我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你身上了，你说过会帮我的，别骗我好吗？师姐放心，鬼青从不轻诺。多谢大师兄救命之恩。现在还觉得我偏心吗？大师兄不偏不倚，让人信服。我叫鬼青，轮回路上报个名字，孟婆汤免费。我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付出难想。知道我要你做什么吗？让执法堂和药门融为一体。我希望等你筑基时，那一盏茶内不再有这样的杀戮。是不是觉得我太过心慈手软？不是，我是不明白，以您的地位，只要下一道止杀的命令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循序渐进的，就如同你炼一枚丹药，不可能省去中间的步骤，直接将药材变成丹药。如果强行干预，以暴制暴，我与杀人者何异？有道无术术可求，有术无道止于术，权谋终究只是小道。近些年，
我深感自己浸泡在权谋中，离到日元，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老实说，我听不太懂。的确不太容易懂，不过以后你会明白的。你这次表现很好，想要什么？我想向大师兄求一枚丹药，能破解采阳丹的丹药。很好，你不知有数。还有道，我相信筑基绝不是你的顶点。经过1年的累积，我的木灵根终于从8成提升到了9成。自从我赢了叶渊后，这拜帖就没断过。以他如今的修为，许多修士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师兄。如今在斜阳山的所有修士，修为比他高的也就只有突破到炼气6重的司徒峰了。他已经很久没跟司徒峰见过面了。告诉胡子跟雨眠收拾东西，我们要搬家了。你们都退出去。我知道以你在药门和执法堂的地位，不会在意这山主之位，只是你太过耀眼，耀眼到完全夺去了他人的光芒。以你我的交情，若是走到刀兵相向那一步，就太可惜了。在下完全同意。我在药门的生意渐渐兴隆，一来一回多有不便，在下已经决定搬到药门，今日特来向师兄辞行。那我便以茶代酒，提前贺你乔迁之喜。你的院子我给你留着，日后若是在药门住烦了，就回来看看。若换了其他人当山主，我一定会争到底。可这是司徒峰啊，曾经在我一无所有时帮我的人，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。这一别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也许等再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该恭恭敬敬地叫鬼青一声堂主或者门主吧。鬼青师弟保重。鬼青将顶楼唯一的房间让给了姐妹俩，与胡子住在楼下。虽然不像在斜阳山时那样自在，但胜在打理生意方便。有劳师姐这几个月替我照看，区区薄劣，不成敬意。何时这般客气了？你若真想谢我，不如我们一度春宵。师姐，你正常点。这不是习惯了吗？韩玉饶体内采阳丹化解后，他修炼不再依赖阳气，已经到达炼气8重的门槛，不久便可突破。怎么炼丹师跑了这么多？你说呢？鬼青立刻明白此事与蓝茜有关，这倒有点不好办了。师姐快突破到炼气8重了吧？如果能当上护法的话，倒是能与之分庭抗礼。没那么简单的，我当不上，你搞错了一个顺序。不是我突破炼气8重后能当上护法，而是我当上护法才能突破到炼气8重。师姐的意思是，为了确保秩序，必须先获得职位才能突破。不错，只要资质正常的修士用灵石去堆，就能修炼到炼气10重尝试筑基。可是这么多炼气10重，资源该如何分配？不说筑基所需的筑基丹，倾药门之力，1年才能凑够一副材料。无论是执法堂还是药门，对于修为的限制都是一样的。拿药门来说，副门主只能待在炼气9重，一旦敢突破，必定会被门主杀死。只有门主筑基后，爬到对应的位置，才有对应的修为。如今药门的副门主是那2位，你觉得他们会让我成为护法吗？门主点头都不行吗？不行，药门的门主想要升1人为护法，起码要有1位副门主或者半数护法同意才行。倒也未必，办法总归是想出来的。其实想要成为护法，还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如果一座楼每月生意都是最好，保持1年就可以自动成为护法。不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人成功过，毕竟一个新的护法上路，就有1位老的护法要被淘汰。只要那些护法稍微通气，搅黄生意实在太简单了。就像咱们现在这样，对吗？莫非你有办法了？道密，大人，有人找您，是执法堂的唐风。绝此剑，速真身，级水3级火，你这个烂赌鬼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要宰了你！我命令，你再踏出这片区域，我要宰了你！没想到我还有护身法器吧？你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你想不想活下去？我上情。
堂主已经闭关，这三人本该随着王离一起死去，但堂主特意吩咐，这三人交由你处置。放了吧。都放。堂主说若是都放，这三人以后便是你麾下，听你调遣。周游见过大人，日后必定在赴汤蹈火，以报大人今日救命之恩。多谢大人救命之恩，日后必定以命报之。谢定安眼中充满不可思议，他万万没想到鬼青居然不杀他。事实上，鬼青的确对谢定安动过杀念，但大师兄曾经说过一句话：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能和他的敌人谈笑风生的，甚至化敌为友。谢定安，多谢大人。三位师兄如此说便生分了，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仰仗三位师兄。属下不敢，从今往后愿听大人吩咐。堂主说你既然要安心修炼，那些繁琐的事务便由我来替你处理，不过还是得你点头才行。这是本月的事务，我已经做了批注，若是合适，我便发下去了。副堂主处置妥当，在下便无异议。任命还没下来，师弟这称呼较早了。有一件事想请副堂主帮忙。好说。当归楼外，随着一则告示贴出，顿时引起轰动。鬼青师弟玩这么大，这要是有人赢了，那他不得亏死。你是不是傻？他曾在药门比试夺魁，同辈炼丹师有谁能赢他？谁知道呢？赶紧去看看吧。看来你这招不太管用呢。不，他们只是不敢做第一个出头的人，哪怕输了我也会按月给他们发零食。除了必须加入当归楼外，几乎没什么损失，1倍的报酬就足以让人心动，何况10倍、100倍。看起来好像是在赌呢。掏空2座楼的家底拿出来赌，万一输了，咱们可就什么都不剩了，连维持日常运转都做不到。我不是赌徒，也不喜欢赌，在炼丹术的领域，我有绝对的把握。师姐若觉得我在行险，为何不拦我？那当然是因为我对你有绝对的信心啊。各位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说话算话，若是赢了，5万灵石拿走。我若抵赖，各位就把当归楼砸了。我来试试。我和你比冲学丹。请10副药材，成功率高者获胜，若成单数量一样，品质高者获胜。最终，那名修士炼制出4枚充血丹，鬼青炼制出5枚充血丹。就差一点啊！要是多炼制出1枚，就有机会拿走那5万灵石了。从今往后，愿为当归楼效力。师兄放心，不是卖身契。师兄往后若不愿在当归楼干，只需支付1年报酬便可离开，如何？愿赌服输，我没有异议。我来试试，也算我一个。不断有修士上前挑战，可都以微小的差距输了。众人觉得可惜的同时，也跃跃欲试。在如此诱惑面前，很难有人能把持住。他们不会知道，前几个参与的都是从执法堂新加入药门的，本就是鬼青的人。鬼青炼丹的时候还观察对手，就是为了控制结果。如果差距过大，会让人望而却步。只有差距很小时，这些人才会心动，觉得自己有机会拿走这5万灵石。只是半日功夫，当归楼就多了几10名炼丹师。我和你比。赵温林曾经在药门比试以略微差距输给他的人。好啊，比什么？破账单。你我之间比数量无意义，只比品质，这已经是我现在能做到的极限，就比第1枚，如何？可以。品质都一样，这该怎么算？不输不赢，双方自然是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枚破账单就当你我交换的礼物，对手难逢，旗鼓相当的对手更是如此，不分出胜负，我不甘心，想必你也不甘心，再比一次，如何？好啊，怎么个比法？赵温林此人，他势在必得。近来我在尝试炼制2品丹药，你我就比谁能炼制出的2品丹药种类更多。赵温林足足要了9种药材，看起来很有把握。而他虽然也开始尝试炼制2品丹药，但也并无把握炼出9种2品丹药。1种丹药，2人不约而同选了最容易炼制的2品聚灵丹。赵温林炼到第3副药材后，
便成功炼制出2品聚灵丹。绝此界，素真身级水3级火。你这个烂赌鬼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要宰了你！我命令，你再踏出这片区域，我要宰了你！没想到我还有护身法器吧？你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你想不想活下去？只可惜一步慢，步步慢。当他用第5副药材炼制出2品聚灵丹时，赵温灵炼的第2品丹药他撤销。赵温灵不到2个时辰的功夫，便完成了9种2品丹药的炼制，而此时的鬼青才刚开始第7种丹药的炼制。赵师兄怎么练得这么快？我看这次他要赢了。这要是赢了，5万灵石到手，够我修炼好几年了。你如果以这种状态继续炼制，必输无疑。当初参加药门比试时，你的目标是夺魁吗？我只是想看看我的炼丹术在同辈中是什么水平，并非一定要夺魁才行。所以当初你赢了，因为我觉得以自己的炼丹术必须夺魁才行，所以最后和你比炼制破障丹时，我心绪波动很大，以毫厘之差输给了你。现在的你和当初的我一样，太在乎结果了。你拿5万灵石出来赌，因为输不起，所以才会这么在乎。而我输得起，我曾经输给过你，在那以后我便斩去自己所有的骄傲，再输给你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我能赢。受教了，为何要提醒我？因为不在乎，与输赢相比，能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激励我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样进步才快。修行不争一时，争一世，我视你为最重要的对手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众人目光全部集中到鬼青身上，若是炼制失败，5万灵石就要输光了。居然真的炼制出来了，厉害啊！2个人都炼制出9种2品丹药，输赢怎么算？继续。当然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总是要分出输赢的。就用2品充血丹作为最后的比试。充血丹我从未接触过，想必你也是如此。就用2品充血丹作为最后的比试，如何？前9次的炼制，2人都失败了。良久，2人同时炼完，众人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。居然真的成功了！从今往后，鬼青师兄就是名副其实的2品炼丹师了。很好，我输了。今日比试到此结束，有劳各位师兄前来观看。众人四散离去，虽说未见到有人赢走这5万灵石，但能见证这一场精彩的对决，也算不虚此行。我不愿屈居人下，我前不久刚买了一大批药材，如今手上没有那么多灵石，给我2个月的时间，我会把1年的报酬还你的。你这是何意？我愿赌服输，欠你的灵石我会还你的。像你这样的对手，如果用契约来束缚你，既是侮辱你，也是侮辱我。如果你不愿意留在当归楼，现在就可以离开，灵石什么时候还都可以，我不急。那多谢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愿意留在当归楼，这份契约就当从未出现过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把当归楼的生意都交给你，每月利润我6你4，如何？很让人心动的条件啊！不过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炼丹，不喜欢被人管束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等我丹药炼好，就把灵石还你。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再走也不迟。茶第2泡味道最好，就听你说到第2泡吧。其实以你的炼丹术，只要给你时间，别说是做一个管事，就是护法门主也做的。我记得与你第1次比试时，你就已经是炼气4重的修为，如今居然才刚到炼气6重不久，想来是因为赚取灵石拖延了修炼速度。不错，如果能成为管事，我就不用再没日没夜的炼丹了。药门比试是我唯一能向上爬的机会，可我却输了，也是因为是唯一的机会，所以我才那么在乎。
不，这不是唯一的机会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把当归楼完全交给你，我会帮你当上管事，甚至是护法，我不会限制你的任何行动，只需要你能助我便好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以为真正值得的对手是可以做朋友的。第一泡茶稚嫩且苦涩，第二泡回味无穷，这第三泡味道虽淡，却自有其特殊滋味。我向来只喝第二泡，不过既然是你请我喝茶，多喝一泡也无不可。绝死剑，素真身，积水3级火，你这个烂赌鬼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要宰了你！我命令，你再踏出这片区域，我要宰了你！没想到我还有护身法器吧？你再跑啊！你有多厉害呢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你想不想活下去？你这话老气横秋，可不像一个少年。你不也是如此？赵兄，请。香酥楼前怎么多了这么多人？好像都是来买丹药的。不对，这些人好像都是执法堂的人。香酥楼开门了，我勒个豆！里面的丹药价格好低，我要去买。韩玉扰呢？见过副门主。谁让你降价的？药门好像并无规定不允许降价吧？的确没有规定，可你上缴的利润必须按药门的定价来。当然。不要想着做假账，我会派人盯着你，月底结算时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交得上来。门主慢走。香酥楼生意爆火的同时，其他药楼生意变得惨淡起来。只是几天功夫，一些药楼便无客人上门。你倒是悠闲，每次这种脏活累活都交给我来，自己当甩手掌柜。能者多劳，师姐辛苦了。旁边那个柜子里有酒，这几天累死我了，拿出来陪我喝点儿。师姐不怕我酒后乱性？我还怕你不呢。没毒，放心喝。师姐说笑了，我岂会信不过师姐？以前叫你喝杯茶，你都推三阻四，现在倒是胆子大。现在的师姐不需要防备。拿那枚丹药点我呢，为了你，我可是很久没有开荤了，打算怎么补偿我？师姐又说笑了，师姐可不是为了我。可在外人眼里是这样呢，别人对我都是唯恐避之不及，你却爱往我这里凑，在旁人眼中，咱们已经是狼狈为奸，不怕声名受损。这个奸字不妥，用一丘之貉稍微好一些。正因为旁人不似我，所以看不到我眼里的风景。师姐独有的风景，岂是那些庸人所能欣赏的？至于名声嘛，我一个用毒的，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最近怎么变得这么油嘴滑舌了？俗话说，断人财路，犹如杀人父母。用不了几天，咱们就要被群起攻之了。而且以这种几乎不赚的方式卖丹药，月底结算时又该怎么办？生意是好了，可是这样下去，咱们连1个月都撑不住，如何能撑1年？你这个小坏蛋，看来有人要遭殃了，我拭目以待哦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纵使他是师尊的亲传弟子，断大家财路也不可轻饶。门主闭关，药门诸事皆由你我打理，我们需要意见统一。等会如果他拿不出该缴纳的利润，即便无法对他出手，也要将他逐出药门，干吗？我听你的。如果他拿出来了呢？即便他能拿出来，也是从执法堂调来的灵石，执法堂能帮他垫这一次，总不能一直亏损帮他收拾烂摊子。执法堂既然要给我们送灵石，我们没道理不收，等他拿不出来时，就立刻惩治他。妙。本次结账由我与蓝茜副门主主持，开始吧。
居然有730万灵石的利润。这就是用整个执法堂堆出来的利润吗？实在太恐怖了。韩管事果然厉害，再接再厉。明知这条路走不通，为何还要如此行事？本月账已清，各位请回。你笑什么？这就算清账了吗？不然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药门有一条规矩，如果一名管事月盈利不超过1万灵石，要被警告，连续3月就要辞去管事职位。2位副门主不打算警告一下？难怪执法堂会白白给他们送灵石，只要潜伏在药门的执法堂的人上位，这3个月的亏损总会挣回来的。一旦蓝茜先出手，药门与执法堂缓和下来的关系会再次破裂，挑起事端的蓝茜绝对没有好下场。不达标者警告1次，再有下次必按门规惩处，都散了。师弟好手段，多谢副门主夸奖，在下以后必当尽心竭力，为药门赚取更多利润。师弟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，这1个月的利润药门不拿你的，待门主出关，我与李清保举你做药门护法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还请副门主回答我几个问题。问。敢问师姐，可是处子之身？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太冒昧了吗？还请师姐回答我。不是。那么敢问师姐，或师姐身子之人是谁？鬼青，你别太过分，别以为大师兄看中你就可以肆无忌惮。原来是师兄你啊！我不要当什么护法，只想与师姐一度春宵。师姐放心，在下元阳尚在，绝不会嫌弃师姐。只要师姐答应，这1个月的利润就当送师姐了，如何？你刚刚突破至炼气9重不久，怎么会有炼气9重的傀儡？王离争夺堂主失败，被炼制成傀儡倒也正常，可凌寒居然将这尊傀儡赐给了唐风。上次是林堂主，这次是唐副堂主，真当我药门无人不成？执法堂的职责是止杀，我来药门买丹药，刚好撞见你们要对鬼青师弟下杀手，我身为执法堂副堂主，岂能袖手旁观？2位副门主，若无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不送。都按师姐教的说了，师姐这口气出了吗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你不知道女人都很记仇吗？到了，师姐你先进去，我还有点事。多谢师兄援手，此次既为你，也为执法堂，不必言谢。对了，有一事想向师兄请教。你说，那个蓝茜是什么来历？她姓魏。魏蓝茜，魏长空的妹妹。抱歉，魏长空已经筑基，我还得为以后考虑，只能告诉你这么多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留步，师兄慢走。原来是魏长空的妹妹，难怪萧生河这么忌惮魏蓝茜。虽说魏长空已经领了封命离开此地，但他毕竟是上一任药门门主，当初忠于他的人，如今自然会忠于魏蓝茜，而且还不在少数。这些事韩玉扰肯定知道。韩玉扰服下采阳丹必定不是自愿，能逼他服下采阳丹的人只有3个：魏长空、魏蓝茜、李清。李清最先排除，如果真是李清逼韩玉扰吃下的采阳丹，韩玉扰当初不至于为李清哭得死去活来。其次要排除的是魏蓝茜，李清原先与韩玉扰在一起，不知什么原因破了魏蓝茜的身子，与韩玉扰自此决裂。韩玉扰与魏蓝茜是情敌，怕是不会吃魏蓝茜给的丹药，那么给韩玉扰服下采阳丹的只有魏长空了。为了妹妹，魏长空给韩玉扰服下采阳丹，以此让韩玉扰名声败坏，这样李清才能对韩玉扰死心。魏长空
通身为药门门主，韩玉扰无论愿不愿意都拒绝不了。只是此事依旧还有诸多疑点。第一，李青为何会破魏兰倩的身子？但是魏兰倩对李青的态度却十分古怪，这是第二个疑点。药门人人皆知李青如今心系魏兰倩，可魏兰倩根本不在乎李青，对李青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，虽说不喜，但也不愿，实在古怪。站在韩玉扰的角度，韩玉扰觉得自己被始乱之中弃之，那么就是李青先对不起韩玉扰。那么李青破掉魏兰倩的身子的原因就很简单了，就是为了尚未得到魏长空的支持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李青自此步步高升，与魏兰倩一起成为副门主。但是李青凭什么敢碰魏兰倩，就不怕魏长空杀了他？大人，鱼儿咬钩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竟让你受如此羞辱。你放心，等我筑基后，必杀他为你雪耻。没关系的，我总不至于连几句难听的话都听不下去。我只是怕哥哥已经离开了，日后他若得势，我怕我无法活着见到哥哥。放心，这门主还轮不到他当。大哥说他筑基后会将药门交给我，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惩治那对奸夫淫妇。我就知道你会护着我的，你真好。知道人家难过，还要使坏。所以才要让你开心起来。若鬼卿在此，看到二人行云雨之事，知道魏兰倩并非表面那般清冷，以他的心智，必能看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是不是只要我喝下这杯茶，就能自证清白了？当然。这是二泡的茶水，赵兄的最爱，还加了你今日炼的丹药，请喝。当事已至此，再狡辩就失了风度。没错，今天这批毒丹是我炼的，只可惜我刚把丹药放进药房，就被这二位抓住了。如今细细想来，今日你与韩玉扰去清账，将香酥楼完全交给我打理，就是为了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自问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，你是何时发现的？从你与我比试炼丹术时。我演的就那么差？不，你演得很好，可问题就在于你演得太好了。你在我紧张时还好心提醒我，哪怕是输了也坦坦荡荡，完全没有任何沮丧。这里可是魔极宗，怎么就出了赵兄这么一个正人君子？就因为这个，你就怀疑我？当然不是，我真正确定你不是真心投诚时，是我在提出把当归楼交给你时，你拒绝了。有什么问题？你当初说因为在意药门比试，所以输了，说明你想往上爬。我第一次招揽你时，提出当归楼的生意我6你4这样的条件，换了别的炼丹师都不会拒绝，可你偏偏拒绝了，理由竟然是不喜欢被束缚，既想着往上爬，又不愿被束缚。赵兄不觉得此话多少有点又当又立的意思吗？原来是这样。炼一批毒丹混在里面，一旦这些丹药卖出去，香酥楼的招牌砸了不说，吃下毒丹的执法堂修士，怕是从此以后会对我心怀怨恨，我在执法堂的地位就会被动摇。一石二鸟，赵兄好手段，兰倩副门主派赵兄来，果然没选错人。我可没说此事与副门主有关，你别血口喷人。赵兄妄行怎如此大？刚刚还说再狡辩失了风度，怎么又开始狡辩了？你何以如此肯定？副门主刚把我的炼丹师逼走，我就以5万灵石为赌注招了很多炼丹师，他总不至于无动于衷。如果要派人来赢走这5万灵石，炼丹术与我在伯仲之间的赵兄自然最合适。所以你当时紧张也是演给我看的。赵兄也太高估我了，我总不至于连紧张后赵兄好心提醒我都算到。5万灵石而已，我和韩师姐凑一凑，总不至于一次都输不起。我当时其实是想输给赵兄的，这样才能刺激更多的炼丹师来赌。没想到赵兄高风亮节，我不赢都不行了，我在此谢过赵兄。是我技不如人，你动手吧。但无论你怎么折磨我，我都不会指认副门主的。赵兄多虑了，拿着证据去吵一架，除了嘴上痛快，无法伤其根本，跟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区别。即便赵兄愿意指认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赵兄是药门的人，我总不能一直把赵兄留在执法堂吧？今日请赵兄来，只是喝茶。赵兄还不走，莫非是茶还没喝够？
大人，就这么放他走？他今日完好无损回去，且不提能不能得到信任，任务失败，想必处罚不会轻。他是聪明人，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。等局势改变，我想他会给自己谋一个出路的。交代你的事进展如何？我每日都安排人从青玉台路过，从未见过叶云，想来是还没醒。这样了，那就让他好好休息，就是不知道等他醒来后还能不能睡得着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的那座山叫什么名字。百峰山。那座山的山主呢？我已经和他谈过，大人请放心。另外，将他从执法堂除名的文书，京城已经下达。很好。以往执法堂都有2位副堂主，林寒上位后，为了避免执法堂因为争夺堂主内斗，废除原来的规矩，规定往后执法堂只能任命1位副堂主。第一次结账后，许多管事为了保住职位，只得跟着香酥楼一起降价，自掏腰包补这个亏空。明日便是月底结账，坐在这里的都是被警告过2次，且明天结账还是盈利不够，而这些人也是魏兰倩在药门的根基。副门主，我们按您说的，坚决不降价。可是大伙已经快3个月没开张了，如今我们已经拿不出多余的零食了。明日便是月底，再被警告，我们就要被辞退了。还请您给我们拿个主意。有办法吗？现在3个月不开张，这其中的损失已经不是损失3个月的利润这么简单了。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零食了。哎，我有一计，我们可以调药门账上的零食，只要熬过明天，香酥楼未必就撑得到下个月结账。可是账上的零食只有门主可以调，我们这样做会坏了规矩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讲规矩？门主闭关，药门事务皆由你我决定，只要你我意见一致，事后再向门主解释就行了。而且门主未必就会责怪我们。莫非你真想看到鬼青把执法堂的人都安插到药门不成？真到那个时候，你拿什么接任门主？事急从权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袁师兄，我们想调零食。账上零食只有门主可调，想调零食可以拿门主令牌来。袁师兄，这几个月药门发生的事你应该知道，再这么下去，药门就毁在鬼青手里了。还请你通融一下，事后必有重谢。规矩就是规矩，2位请回。袁师兄，你非要如此绝情？看来这是打算硬抢，你们想清楚后果了吗？出了什么事我担着，你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别逼我杀你，给我调零食，立刻，马上。好吧。零食呢？侵吞药门零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零食被你藏到哪里了？快说，不然我杀了你！门主把零食全部调走了。放屁！门主在闭关，怎么可能把零食调走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不然我先斩后奏，提着你的头去见门主。不是门主，是有人拿着门主令牌把零食全部调走了。我虽然不愿意，但那人拿出门主令牌，我只能把零食都给他。谁？鬼青。完了。我且问你，他只调过这一次吗？不是，每次月底结账前，他都会拿着门主令牌来，把零食全部调走。原来如此，鬼青维持香酥楼用的零食，根本不是从执法堂调来的，而是从药门调来的。袁师兄，刚才多有得罪，对不住了。我们输了，对吗？有萧生河暗中帮忙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输？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以小博大，师弟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。无非是满足了各方的需求罢了。赵温玲喜欢第2炮，我偏偏喜欢这第3炮，味道虽淡不寡，完全内敛，只为凭着绽放万千滋味。少妇还是叔父？我说茶，我说人。我向来说不过师姐，师姐开心就好。敷衍。以前我这房间你望而却步，这些时日来的倒是勤。品完茶，品人也可以哦。
没办法，来得勤，是想看看师姐什么时候拿出最好的茶叶招待我。让那高洁的跌落凡尘，让那肮脏的高堕云端。原来如此，师弟当初的话可还算话？什么话？若我委身于师弟，师弟能否给我一条退路？委身？那岂不是太委屈副门主了？不是委身，是我想侍奉师弟，叫我蓝茜就好。好啊，不过师姐这副模样可不行，即便仿得3分形，却无1分神，终究不是本尊。我想看看师姐的本来面目。